丽偷听到小公主心声后，来人，给本宫把丽妃和她产下的怪胎一并处死。刚穿越成婴儿的于一洛观察着古香古色的寝宫，思索着自己身处何处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是怪胎？雕花大床上刚生产完的丽妃虚弱的撑起身，被嬷嬷抱着的于一洛越听越不对劲，疯狂的运转着小脑袋。两人的对话怎么越听越有那味了？穿越前他可没少看宫斗剧，这个所谓的皇后是想处死他和生产他的妃子。刚看了眼奢华的寝宫，我这就没命享受了。根据现在的剧情进度，我好像只有不到1天的活头了。我出生了，我死了，享年1天，这头胎也投得忒寂寞了。正思索着，便听到皇后冷笑一声：丽妃，你自己生了怪胎是小，影响国之安定是大呀。本宫作为后宫之主，自然有权处理后宫大小事，把这怪胎报给丽妃好生看看，省得她以为本宫冤枉了她。寝宫里的人大气不敢出，一个个低着头不语。他们虽然没看到小公主长什么样，可皇后既然说了是怪胎，肯定是万万不会留的了。娘娘，小公主她，您看看就知道了。丽妃忙接过孩子，看到努力睁着眼的于一洛，视线不禁落在她的金色瞳孔上。好一个破碎感十足的大美人，瞧瞧这鼻子，这眼睛，这嘴巴，怪不得好多皇帝都活不过30岁，后宫若都是这样的大美人，能活得久才怪。一道道声音在耳朵旁炸开，丽妃抱着于一洛的手顿了一下，抬眸看向殿里的其他人，伺候的宫女都垂着头，皇后则含笑盯着她，并无一人开口。那她听到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？丽妃可看清楚了，宫里嫔妃若是生下怪胎，一律处死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。皇后没察觉到丽妃的异样，以为她是被这怪胎吓到了才不说话。想起来了，我不是穿越，是穿书了。我就说怎么越听越熟悉，等会儿皇上那个暴君还会过来，毫不留情的把我和美人娘亲一起处死。耳边再次响起一连串的声音，丽妃垂眸看着怀里的孩子，心里有个大胆的猜测，难道她听到的话是自己刚生下来的女儿发出来的？虽然穿越穿书她听不懂，可皇上会处死他们，这句话她听懂了。正思索着，等得不耐烦的皇后对身边的宫女使了个眼色，宫女上前毫不客气的抬手就去抢丽妃抱着的于一洛。放肆，这是本宫的孩子，谁若是敢上前一步，本宫就对谁不客气。寝宫里的人哗啦啦全部跪倒在地上。皇上，丽妃才生产完，这等污秽之地，你实在是不该来的。皇后之前还担心私自处置了丽妃不好，现在皇上来了，皇上最讨厌怪胎，可丽妃却如此护着，那就让她适得其反，皇上一并处置了才好啊。无妨，曹公公，去把丽妃产下的孩子抱过来给朕看看。曹公公领命，把于一洛抱到皇上身边。皇上，不可，小公主她。皇上眯了眯眼，俯身去查看曹公公抱着的于一洛。看什么看？暴君是不是打算处置了我这个怪胎？皇帝对上他金色的瞳孔，耳边骤然响起声音，俯身的动作顿了顿。没见识，被我这个怪胎吓到了吧？我呸，还怪胎呢，这可都是皇后的手笔，目的不过是为了把我和娘亲除掉。亏你头发那么长，结果见识如此短，都不想着让太医来检查检查就把我处死了。可怜我刚出生，有口不能言，不然就能拆穿你这端庄大方的皇后的把戏了。不过没事，团灭了，大不了就重开好了。皇上直起身子，有些不确定心中的猜想，看向曹公公。你可曾听到有人说话？曹公公愣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丽妃猛地抬起头，难道皇上也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，而说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话？若是皇上真的听到了，只怕女儿就没办法活命了。皇上，小公主如今这样，您看是不是直接处置掉？宫里之前也出现过类似小公主这样的，都是直接处置了。说完，皇后眼睛不着痕迹地瞥向脸色有些不好的丽妃，等着她发怒刺激皇上。可丽妃只是缓慢地走到皇上面前，面无表情地跪下。臣妾请求皇上传个御医过来给小公主看看。女儿既然说了这是皇后的手笔，那就让御医来查查看女儿为何会变成金童。当着一个刚生产完的母亲面前说要处置掉她的孩子，好恶毒的心！你这是打算刺激美人娘亲，让暴君把我们一起除掉吧？这算盘
拳打得还真响，之前处置掉的那个孩子，不也是你用同样的方式铲除掉的吗？如今又用到我身上，可惜我没办法说话辩解，不然直接反杀了你这个心机婊。皇上听完，眸色深了深。皇后向来端庄宽容，岂会做出如此恶毒的事？皇上让太医来看，无疑是告诉天下人丽妃产下一个怪胎，到时候天下人的悠悠之口该如何堵？又来，你这是担心太医查出什么端倪了吧？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不过美人娘亲真聪明，还知道让太医来看，不像这暴君，知都不吱一声就把我嘎了，真是白瞎了这张好脸。这孩子为何一直叫我暴君？皇上轻咳一声，爱妃起身，曹公公去请太医过来给小公主看看，多请几个。暴君生了108个崽，都还没学会抱娃，却还在努力帮别人养崽。得知小公主新生后，他坐不住了。皇上抱过于一洛，手势有些生疏。皇上，您这是忘记了老祖宗的规矩。皇后急了，太医院有他买通的人，可皇上一下子请几个，万一有其他人真查出了什么，他的计谋可就被拆穿了。皇后，你这是在教训朕，规矩就是用来打破的。朕作为天子，打破一下不合常理的规矩有什么问题？臣妾不敢。霸气啊，暴君，还知道多请几个御医，皇后的后槽牙只怕都被咬碎了。毕竟她只收买了为娘亲请脉的许太医呀。难得被夸一次，皇上扯了扯嘴角，心里有些愉悦。这小家伙的夸奖和大臣妃嫔的恭维不一样，毕竟他不知道朕能听到他的心声，所以夸奖的话肯定是发自内心的。好困啊，还有被这暴君抱着好不舒服。听到他的心声，皇上下意识地调整了下手势。哇，这个抱姿也太棒了，一抬眼就能看到美人娘亲的盛世美颜，瞬间就不困了。皇上，太医来了。皇上，太医既然来了，就赶紧让他们帮看看小公主为何。许太医知道内情，可其他两人不知道。你们看看小公主为何会是金童？每日为丽妃娘娘请脉，并未觉察丽妃娘娘脉象有异。接着演，皇后娘娘嘱咐过你，就是有异样你也不会说呀。可惜这儿没有奥斯卡奖，要是搁现代高低，给你颁一个小金人。丽妃抬眸看向三位太医，三位大人，小公主为何会这样？许大人看了皇后一眼，臣并未查出原因，小公主一切正常。臣和许大人结果一样。林太医，你呢？林太医医术不错，肯定能查出我身体的异样，就是他在太医院被皇后的人打压的不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皇后不敢说，我的小命可就掌握在他手里了。回皇上，小公主身体健康，不过是服用了一种药物，小公主才变成了金童。皇后闻言，放茶盏的手惊的重重磕在桌子上，发出响声。林太医怎么会知道？许太医不是说没人能查出异样吗？皇后这是怎么了？可能天气变凉，臣妾身子不好，失态了。哎呀妈呀，这下小命应该保住了。太医太棒了，皇后都心虚了。按照皇后记仇的性子，林太医往后在太医院恐怕会过得更加艰难了。丽妃一听女儿是被下了药，忙开口问林太医可有办法让小公主恢复正常？是药三分毒，她也害怕这要威胁到女儿的身体健康。可以，臣回去配几副药给小公主用下，便可以恢复正常。既然小公主无碍，本宫向丽妃妹妹赔罪。本宫是后宫之主，想为皇上分担，不想好心办坏事，误会了妹妹。本宫这就回宫让人送人参过来给妹妹补身子。皇后担心皇上继续追查此事，她说完就离开了。此时有侍卫急匆匆来禀报，侍卫上前压低声音，从怀里拿出一个折子递给皇上。皇上，这是边关传来的。皇上接过，打开看了后，脸色沉了沉。于一洛还在执着于皇后的事，感受到寝宫诡异的气氛，书里的内容在他脑海炸开。完了，我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呢？这人给的信指定是边关传来的。舅舅为了击破一个时常进犯边关的小国家，假装投降打入内部，不想被有心人加以利用，说舅舅通敌叛国。先有我是金童这事，又加上边关的信，暴君一气之下处决了我和美人娘亲，完美的完成了双杀。外祖父常年在外打仗，身子本就不太好，得知我和母妃被处死，舅舅又被诬陷通敌叛国，气之下直接吐血身亡，真是冤家路窄呀。这事是太
太师的手笔又和皇后有关系？之前只是猜测的皇上，现在完全肯定了心中的猜想。侍卫给我的信上确实是说金将军通敌叛国，我还没说，这小家伙就知道得一清二楚，还知道是谁的手笔，看来小家伙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丽妃却是心中焦急，她和女儿是活了下来，可哥哥该怎么办？直接找皇上说肯定是不成的，后宫不能干政。这一刻，她无比希望皇上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，这样就可以救哥哥了。外祖父吐血身亡后被舅舅知道了，舅舅着急回京看外祖父，结果暴露了身份，被万箭穿心射死。于一洛心里也很着急，他最敬佩的就是保家卫国的人，当初看时就气得心梗，如今他身在其中，知道剧情却无法改变，这种感觉就好比拥有一张不限额的银行卡，却不知道密码一般难受。本来以为活了下来，按照暴君的尿性，只怕这次是真的要团灭了。眼皮已经睁不开的于一洛打了打哈欠，好困啊，大就嘎巴了，先睡一觉，反正暴君一家也活不长。活不长，他一家都活不长，为什么活不长？皇上还想知道原因呢，可耳边却没有了声音，知道小家伙肯定是睡着了。皇上站起身叮嘱丽妃几句，便带着人离开了。张嬷嬷抱着熟睡的于一洛上前轻声道：娘娘，小公主都没事了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开心？你才生产完，要保重身体。本宫没事，你让人来把被褥这些都换了吧。娘娘，皇后这次能得手，想来是安插了人在我们宫里，奴婢会找出人来，娘娘放宽心些。于一洛再次醒来，已经到了晚上，一觉醒来天都黑了，不过怎么这么安静？听到声音，丽妃知道他醒了，起身把他抱起来。哎呀，娘亲好香！于一洛抬眸便看到一道明黄色身影立在面前，丽妃诧异一瞬，正打算起身行礼，皇上阻止了他行礼，轻声开口：你抱着小公主，又才生产完，不必行礼。说完伸手去抱于一洛，坐到一旁的交椅上。这暴君又来干嘛？打扰我和美人娘亲的二人世界吗？不知皇上来臣妾这所谓何事？朕想起小公主还未起名，所以处理完事就过来了。丽妃觉得小公主叫什么名字好？臣妾才疏学浅，还是皇上为小公主赐名吧。不是，母妃你咋就这么谦虚呢？你一个京城第一才女，说自己才疏学浅，也不知道暴君会给我起个什么名。丽妃虽出生于武将世家，却是个例外，一心只喜欢琴棋书画。皇上沉吟片刻，往窗外看了一眼，才道：秋水伊人，落落如石，就叫一洛吧。他又揉了揉于一洛的小脸。洛洛，喜不喜欢这个名字？落落如石，顽固如石头一般，确实挺符合我的。至于这秋水伊人的意思，这是暗戳戳的给母妃表白嘛？思念中的那个人。皇上和丽妃额前划过黑线，这女儿有点聪明，但不多。洛洛，这个一的意思是父皇希望你长大温文尔雅，仪态大方。落落如石的意思是希望你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坚韧不拔。皇上耐着性子解释，不知道小家伙为何说他对丽妃表白。装，接着装，明明就对母妃有意思，不然也不会在母妃死后还找个替身。现在你没意识到喜欢母妃，等那些狗血的真相明了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母妃死了你后悔，外祖父一家死了你更后悔，可惜没有后悔药。皇上抑制住想把他丢地上的冲动，这女儿对他意见很大呀。皇上，臣妾昨夜梦到哥哥了，不知道哥哥在边关可好？听到女儿的心声，丽妃想起正事，旁敲侧击问：金将军在边关很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朕听闻他潜入了敌国里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京。皇上说着心里有些小得意，竖起耳朵听于一洛的心声。我雷个豆，这暴君怎么相信了舅舅不是通敌叛国？难道是因为证据还没拿到手，明日早朝就有人造证据了？皇上听完敛了敛眉，居然还有证据，他不想冤枉忠臣，明日带洛洛去，指不定还能知道更多事，比如自己的死。朕看到洛洛就觉得神清气爽，明日早朝朕带洛洛一起去上朝吧。我刚出生一天你就让我打工，暴君你做个人吧，还看到我就神清气爽，我又不是风油精，呜呜呜，难道这就是我天选打工人的命吗？21世纪天天上班，现在刚出生还得被迫营业，天选打工人无疑了。算了，被迫营业就被迫营业吧，到时候顺便想办法救我那威武不凡的舅舅，免得美人娘亲伤心。皇上听了不少小家伙吐槽他的话，郁闷不已的他吃了几碗米饭，才感觉舒畅了不少，站起身打算离开。哎呦，可算走了，接下来就是我和娘亲的二人世界了。皇上的脚步一顿，门口走进来一个打扮比其他人张扬的宫女，看到
到皇上有些诧异，芙蓉，你找娘娘有事？看到他放肆地盯着皇上，张嬷嬷不悦地开口。芙蓉回过神，忙收回视线，俯身行礼，声音也不由得放娇了几分。古代也有夹子啊。从生产完到现在，丽妃回想完才想起并没有看到芙蓉。奴婢肚子有些不舒服，所以回房休息了，现在好些了，过来找娘娘请罪。丽妃不是傻子，芙蓉自小陪她一起长大，眼高于顶，这一身行头张扬的像个主子，倒不像宫女。既然不舒服就好生歇着，穿着这一身行头过来作甚？芙蓉有些惶恐地抬起头，看到丽妃表情如常，松了口气。皇上见此也不走了，又坐回椅子上。还能作甚？瞧瞧这打扮，可不就是专门来见暴君的？说谎真是张口就来，我眼睛变成金色，可少不了他这个帮凶。奴婢现在已经无事，谢娘娘关怀。丽妃点了点头，听了女儿的话，已经肯定芙蓉吃里扒外了。之前芙蓉没少在她身边说，哪个妃子又送身边有姿色的宫女去争宠了，想来是当时自己训斥了她，堵了她的路，她怀恨在心，才如此报复。这宫女是丽妃你的贴身宫女，方才她冲撞了朕，曹公公把人拖下去杖毙吧。芙蓉嘴角的笑僵在脸上，她以为皇上问第一句话是看上了她，没想到接下来的话把她打入了深渊。皇上饶命，奴婢并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。于一洛听了皇上的话，不由得在心里夸赞，暴君还真是个鉴表大师啊，一眼就知道芙蓉的小九九，赶紧给母妃解决了这个害虫吧。皇上听得开心，唇角忍不住扬了扬。不过也可能是芙蓉不够美，若是再美一点，肯定二话不说就收了。皇上无语，他是那样的人吗？后宫这些妃嫔都是大臣塞给他的，又不是他自个儿带回来的。再说他有大半时间都在御书房，这些妃嫔都记不全，说的他跟个只知道享乐的昏君一样。娘娘，奴婢真的没有冲撞皇上的意思，奴婢从小和娘娘一起长大，娘娘你救救奴婢啊！不知道堵住他的嘴拖下去吗？还要让朕来教你们？不能留着人继续伺候，万一伤害了女儿，他找谁哭去？两人忙拿出一块布塞到芙蓉嘴里，拖着出去杖毙。朕回头让内务府给你拨几个老实点的过来伺候。说完等着于一洛夸他，可惜等了半晌什么也没听到。不是，怎么又停住了？难不成想让娘亲留他宿在寝宫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？皇上脸一黑，直接拂袖而去。曹公公一脸懵，皇上这是怎么了？变脸如此之快。翌日辰时，于一洛睡得正香，感觉自己身子被人抱了起来喂奶。喝完奶后，皇上声音自外响起，洛洛跟父皇去上朝了。做个婴儿都如此困难，这才几点啊？于一洛闭着眼被皇上抱着去了大殿，看他困倦不已的样子，皇上看得发笑，这样似乎可以治总是编排他的小家伙，感觉挺好。等候着的大臣听到皇上驾到，齐刷刷俯身行礼。洛洛醒醒，上朝了。皇上不管大臣们的表情，晃了晃睡着的于一洛。于一洛艰难地睁开眼，看了眼金碧辉煌的大殿，强迫自己打起精神。皇上，这是……下手的方太师不明所以，问出了声：小公主，朕带着她来上朝，方太师有意见。皇上，自古以来女子不能干政，你带小公主上朝更是于理不合。皇上抬手轻轻拍着被裹着的于一洛，冷笑一声：小公主才出生，能听懂什么？还干政？我看方太师你是老糊涂了，要不朕这个位置让给太师你坐。老臣惶恐。还知道惶恐了，看来没彻底老糊涂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于一洛心里笑出鹅叫，哈哈哈，想不到暴君这么会对人，太师的脸真是比那调色盘还好看。禀皇上，金将军通敌叛国，是不是该捉拿回来问罪？皇上把于一洛抱起来，看向下面说话的丞相。金将军一家忠心耿耿，丞相可是有证据？臣有金将军和敌国沟通的证据。丞相拿出证据，曹公公去呈上来，双手递给皇上。皇上打开后看了一眼，便递回去给曹公公。被人当枪使的李丞相，以后知道这信是假的后，肠子都悔青了。正廉明的一生也因此染上了污点。皇上眯了眯眼，丞相可信，看来自己眼光还是很毒辣的。丞相果然是个好丞相。暴君不说话，他该不会是信了吧？这信和舅舅的笔记虽然一样，可确实是伪造的。毕竟舅舅递了几封密信都被人拦截了，可是我又不能说话，只会嗷嗷哭，也没用啊。这信看着和金将军的写的一般无二，可真细细看还是有些不同。李丞相，你认为呢？李丞相心里复杂，可这信的笔记确实和金将军的一样，一边是黎明
民百姓，一边是忠心耿耿的金家，他是左右为难。皇上对全将军笔记熟悉，臣相信皇上。暴君居然相信舅舅了，看李丞相都有些猛吧？相信就好，不用团灭了，喜大普奔啊！于一洛心里欢呼，对现在的身份十分满意，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担心万一暴君天天带他上朝这点。洛洛，你看父皇这么相信你舅舅，朕是不是英明神武，堪称明君？皇上抱着于一洛往御书房去，边走边说，曹公公跟在身后。皇上说这么多，小公主能听得懂吗？是，你若是能一直保持这样，你们一家的命和江山肯定不会落入别人手里了。皇后命人送人参去给丽妃补身体，得知皇上带着于一洛去上朝后，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，提着汤前往御书房，等着皇上一探究竟。丽妃这个狐妹子果然留不得，现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都能给自己添堵了。皇后，昭朕是打算请罪的吗？臣妾已经赔过罪，给丽妃妹妹送人参过去了。皇上，这是臣妾为你熬的汤，你喝点暖暖身子。皇上就这么盯着他，不抬手去接，也不说话。皇上为何这么盯着臣妾？难道皇后不觉得自己应该向朕请罪？他收回目光，手下意识地轻轻拍打着怀里的于一洛。还自己熬的，说谎真是脸不红气不喘。工人一路提着进来，你接过手上就成了你熬的。皇上已经习以为常，宫里的妃嫔会经常用这套说辞，他也懒得拆穿他们。可是臣妾已经……你给丽妃送人参是赔罪，可是洛洛变成这样，不是你的手笔吗？朕若是再晚过去一点，你是不是把丽妃母女俩都给嘎了？平时懒得料理这后宫，还真当他好糊弄。皇后跪到地上，目光真诚，言辞恳切。臣妾冤枉，后宫里妃嫔有孕都是臣妾照料，亲力亲为，就担心皇嗣有什么闪失。臣妾若是真害丽妃，别人岂不是最先怀疑臣妾？皇上这么快就查到他身上了，难道是许太医招了？是，你亲自照料，结果又要把还没出生的小皇子变成怪胎，等生产那天把人家母子俩都嘎了，二个个都被你照料没了。后宫还夸你皇后仁厚，真是一群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傻子。皇上回想了一下，似乎真如洛洛所说，皇后照顾的不是妃子疯了，就是生下来是怪胎或者死胎。瞧瞧你这真诚脸，暴君只怕又信了，毕竟你是他的好皇后啊。可惜他不知道，他的好皇后自己没有孩子，也不想让别的妃子有孩子，这嫉妒心真牛掰。皇上还没从上一个雷里缓过来，于一洛又放了一个雷。什么叫皇后自己没有孩子？那太子是谁的？自己一个皇帝这么惨吗？每天累得不行料理政务，结果被刚出生的小家伙说是暴君，现在德行可以的太子身世也有问题，他这是造了什么孽？许太医都招了，你都做了什么？用不用朕叫人过来和你当面对质？皇上既然已经认定是臣妾，臣妾无话可说，任凭皇上处置。他知道皇上再怎么处置也不会轻易废掉他，他是先皇定的皇后，是太子的母后，皇上想废了他也得看天下人和文武百官同不同意。皇后德行有亏，收回封印和掌管六宫之权，闭门思过2个月。让人把皇后送走，皇上心里有太多疑惑，想从于一洛身上得到答案，可是小家伙已经睡着了。他失笑看了一会，把于一洛递给曹公公，把小公主送回去给丽妃，再去刑部传朕口谕，让他们提审许太医。说完又不放心的叮嘱了一句，你抱的时候小心点，别摔了。于一洛被送回丽妃宫里睡了一觉，醒来喝了奶后满足的咂巴小嘴。都说秀色可餐，如今算是体会到娘亲的绝世美颜，真是怎么看也看不腻呀。丽妃轻笑，忍不住在她脸上亲了一下，宝贝女儿的小嘴太甜了。也不知道哥哥怎么样了，今日本宫的眼皮跳个不停。嬷嬷，你去打听打听今日朝中发生的事。烦死了，好想告诉美人娘亲，舅舅已经没事了，让她别担心。丽妃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声音低柔，有洛儿这个小福星在，娘相信哥哥肯定会没事的。对呀，舅舅没事，难道这就是我和娘心有灵犀吗？方嬷嬷大概去了一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，把打听到的事告诉丽妃。丽妃本是为了找个由头听宝贝女儿的心声，所以一点也不意外。娘娘今日真是喜事连连，奴婢还听了另外一件事，听闻皇后被剥夺了六宫之权，罚闭门思过2个月，皇上还让人去提审了许太医，现
在后宫都在议论这事，其他人不知道皇后对小公主做的事，她可是一清二楚，知道肯定是皇上在为小公主讨回公道了。皇后失去了掌管后宫的权利，不知道暴君会让谁来掌管。思索间，皇上驾到的声音响起，丽妃和张嬷嬷行了礼，还没问出皇上的来意，就见他径直朝雕花大床走去，抬手就想去抱在床上哇哇哇的于一洛。皇上不可，你从外面来，身上带着凉意，臣妾怕洛儿因此着凉。皇上也不恼，收回手，是朕考虑不周，让他们把东西抬进来吧。丽妃不解地眨了眨眼，便看到几个小太监抬着东西鱼贯而入。皇上这时，这些都是给洛洛的，丽妃好生收着。于一洛本来还在哇哇哇的，一听这话立马竖起耳朵，抱我起来，我要看看暴君都赏了啥好东西。丽妃哭笑不得地把他抱起来，美人娘亲太懂我了，这婴儿床可以呀，上面的东西看着很值钱的样子，等我长大用不上了，就把上面值钱的东西都卖掉。皇上，那匣子里都是啥？皇上让人打开匣子，从其中一块匣子里拿出一块暖玉，走到丽妃面前给于一洛戴上。这是父皇给洛洛的暖玉，洛洛喜欢吗？喜欢，看这质地应该挺值钱的，给我弄个10块8块的就更喜欢了。皇上挑了挑眉，原来洛洛还是个财迷，那他是不是可以用银钱收买他，从他那儿知道一些事？这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小富婆，我才出生就赏了这么多，若是暴君一直赏到我长大，那我该是怎样一个天真开朗的小女孩？丽妃瞥了眼皇上，有些同情他，给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女儿还一直说他暴君，太惨了。还好皇上听不到女儿的话，不然夸自己的和骂他的一对比，不得被气死啊！金将军在边关一切都好，丽妃不用担心。说这话时，皇上心里没来由的得意，谁让他能听到洛洛的心声呢？就由他来传达，省得丽妃担心。谢皇上告知。不是，不会聊就别尬聊啊，我这替人尴尬的毛病都犯了。他是皇上，从来都是这些妃嫔讨好他，他也不知道聊什么。朕带洛洛去御书房玩玩。于一洛哇哇哇的叫着反抗，可是已经被皇上抱出了寝宫，反抗无效，他只得乖乖闭上嘴。御书房，刑部尚书有事禀报。有结果了，说吧。刑部尚书看着皇上抱着的小公主，愣了愣，终究没说什么。暴君，你做个人吧，你自个瞅瞅，刑部尚书那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肯定觉得你不该带我来这御书房。御书房种地，你带我来合适吗？赶紧送我回去，我要躺在娘亲香软的怀里睡觉。于一洛就不懂了，现代的奶爸都做不到这样吧？暴君怎么就这么热衷于带娃呢？这人设崩的也太过分了吧？臣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朕带小公主来御书房不妥，想劝朕别这样？臣不敢，不敢就是觉得朕不该这样，只是碍于朕的身份不敢说。可不是嘛，说了你又不会改，人家都懒得说了，毕竟太师都被你对得哑口无言。皇上，行了，那个许太医审的怎么样了？这是许太医签字画押的罪状，请皇上过目。看完上面的条条罪状，皇上脸色阴沉，把折子扔掌案上。既然这些都属实，明日行以斩刑。刑部尚书领命离去。曹公公把摔在地上的折子捡起来。皇上，这是金将军的折子。舅舅，这折子都送来几天，居然现在才看到。折子暗藏玄机，没被看出来才被递进来的吧？暗藏玄机，皇上怎么看都是一封再平常不过的折子。思索着各种传递消息的方法，都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金将军是在给他传递消息，说自己没事，让他小心。难道是身边人有问题？皇上看了曹公公一眼，又给否定掉。这时外面进来一个侍卫禀报：皇上，丞相大人求见。让人进来。丞相大人见朕所谓何事？皇上，三皇子看上了臣的女儿，说要纳妾，臣来是求皇上主持公道的。三皇子虽没有出息，可也是皇子，女儿那儿什么也问不出来，他自然认为是三皇子，毕竟三皇子名声摆在那儿。皇上头疼地揉了揉太阳穴，看向曹公公：这是这个月第几个了？曹公公一脸认真，掰着手指头数了数：第6个。丞相听到了吗？你是这个月第6个过来说这事的，是不是你女儿看上了三皇子，非要做他的妾？之前每个大臣都是这样说的，结果宣当事人进宫，全都是姑娘非要进入三皇子的后院，一次两次就罢了，次次这样，他也不能说三皇子有错，毕竟是这些姑娘自愿的。不可能，臣的女儿性格内敛听话，怎会？怎么不会？
会，男主光环呗。他没登基时都是后院议员，登基后为了穿越女遣散，后宫佳丽3000。行，朕知道了，明日朕宣你们进宫问话。皇上摆摆手打发掉丞相，贤妃温良贤淑，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？性格真是谁也不像。洛洛，你的几个皇兄，你觉得谁可以当皇帝？什么男主穿越女的，又不是画本子，他立的太子又不是三皇子，三皇子又怎么会登基？还有不是说一家都会死吗？怎么三皇子没事？他有些抓狂，有好多疑问，可是直接问洛洛肯定不会说，只能耐住性子旁敲侧击。有我挑的余地吗？肯定是三皇子啊，人家可是男主哎，你都是死在他手里的。翌日，于一洛没被带去上朝，睡到自然醒，让他感动的差点落泪，觉得暴君终于做人了。其实他也不是自然醒，是被尿憋醒的，结果还是尿在尿片上了。这身体太小，压根控制不住，他只希望赶紧长大，不用尿片，不然看着美人娘亲给他换尿片，这些很羞耻。吃完奶，换了一身暖和的衣裳，把他裹好后，就听到暴君声音传来：洛洛，父皇带你去玩。皇上昨日没套到话，决定今日三皇子和丞相的女儿进宫，带着小家伙去看看。皇上带洛儿去哪儿玩？臣妾要不再给他添件衣裳。不用，三皇子进宫，朕带他去看看。丽妃点头，把于一洛交给皇上，目送两人离开。娘娘，皇上对小公主真好。可能是洛儿讨喜，宫里的妃嫔都希望自己生的是个皇子，她倒是觉得公主很好。皇上抱着于一洛去到大殿，坐到上首位置后，几人齐刷刷行礼。于一洛滴溜溜地转动眼睛，盯着殿中央的男人，长得是真好看啊，完全是男女通吃，怪不得姑娘们挤破脑袋想进他的后院，同情暴君几秒钟。不是，怎么又同情上他了？皇上无语，夸三皇子就夸，不带这么拉扯的。三皇子可不是遗传了他的才长这么好看的吗？三皇子长这么好看，又不像暴君，暴君难道都不怀疑的吗？怀疑什么？皇上感觉自己真的被整懵了，一个疑问还没搞清楚，又来一个。他现在真想抱着于一洛使劲的晃，让他把知道的一次性说清楚。不知父皇宣儿臣进宫所为何事？你们起来吧，你想纳李小姐为妾，人家丞相大人同意了吗？李家脸色羞红，回皇上，臣女自愿给三皇子当妾，求皇上成全。这李小姐肯定是长脑子了，活生生的恋爱脑啊，身份又不低，你一个丞相之女做了什么不好，非要赶着做妾？王宝钏来了，只怕都得给你让半个山头，让你和他一起挖野菜。丞相听到了吧？皇上瞥了眼李丞相，一点也不意外，他其实都懒得管，可李小姐是丞相的女儿，不能让忠臣寒了心，结果还是一样的，求皇上成全。李家生怕自己父亲又说出什么话阻挡了他进入三皇子府，丞相只觉得丢人现眼，这样的女儿真是上不得台面。皇上，小女已经许了人家，万万不可给三皇子为妾。三皇子是什么样的人？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百姓，谁都清楚。后院女人无数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流连青楼。皇上听李家已经许了人家，开口道：既然已经许了人家，今日这事朕就当没听过。不错不错，暴君还是挺有人情味的。皇上嘴角抽了抽，他又不蠢，人家有了婚约，他还强行让李家进三皇子后院，和强抢民女有什么区别？爹，你今日若是不答应我就撞死在这儿。李家心一横，就要往旁边的柱子上撞，李丞相赶紧拉住他，呵斥道：胡闹！你母亲为你挑的婚事极好，你呀……听话内敛的女儿变成这样，真是让他失望。李小姐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，丞相夫人给她挑的人家是真的很好，可惜她满心满眼都是三皇子，丞相夫人只能舍下脸去退婚，婚没退成，让另一个庶女顶上，这庶妹也算捡漏成功，过得很好。皇上坐直身子，挥了挥手示意丞相把女儿带离开。既然洛洛说了丞相会解决，就让丞相解决吧，反正是他的家事，不然逼急了这李家撞死在这儿，洛洛又得说他是暴君了。父皇，既然没事，那儿臣就先行告退了。儿臣府里的武姬才编排了一支新舞，儿臣等着回去看。朕让你母妃暂时掌管后宫，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让你母妃给你挑个正妃，别成天和那些青楼女子厮混在一起。哎呦，我的傻父皇，你还真是会演如剧会挑人啊，怎么就让贤妃掌管了后宫呢？三皇子能成功登基，可真是少不了你的添砖加瓦。你是不是觉得三皇子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和女人厮混？其实人家是在商量怎么取代你。父皇，儿臣名声这样，选正妃的话也没有大臣愿意把女儿嫁给儿臣。毕竟正妃和纳妾又不一样。再说了，他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正妃之位肯定只想留给仙儿。
朕心意已决，你回去吧。看来男主已经喜欢上穿越女了，所以才不肯选正妃。这男主也有些惨，自己身世都不清楚，即使登基后也依然认为暴君是他生父。皇上气得嗓子痒，刚喝了一口茶，差点被呛到。什么叫以为自己是他生父？难道不是吗？贤妃还有胆和别人苟合，秽乱后宫，混淆皇室血脉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曹公公上前给他拍了拍背，以为他是被三皇子气到了。三皇子这性格和贤妃还有皇上您都不像。曹公公溜啊，太会说话，可是下次不要再说了哦，容易掉脑袋。你觉得三皇子性格像谁？还能像谁？当然是像你最看重的禁军统领邓峰了，你肯定想不到。咔嚓，皇上手上的茶盏就这么碎了。看样子暴君被三皇子气得不轻，帮人养孩子，还把自己的安危交给三皇子的生父，如今又把后宫之权交给了贤妃，到头来气到的是自己。大冤种啊，实锤了！除了是冤种，还是个平平无奇的踩雷小天使啊！不是雷你不放在身边，佩服佩服。于一洛想着，忍不住抬眼看着皇上的头顶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哈哈哈！要想生活过得去，身上必须带点绿；要想生活过得好，头上必须长点草。完了完了，我现在已经不能直视暴君威严俊美的脸上，总觉得他头上一片绿。皇上把于一洛递给曹公公，曹公公你抱着。被曹公公接过去的于一洛撇了撇嘴，是三皇子气你又不是我，凶我这个小可爱干嘛？还是美人娘亲脾气好，不像暴君喜怒无常。喜怒无常的皇上指着于一洛，你了一个字，又把手放了下来。他揉了揉太阳穴，曹公公把小公主抱回去。他现在暂时不想看到于一洛，怕自己还没被人弄死就先被他气死。另一边，三皇子回府就去了杨欣的院子，看到他回来，杨欣忙跑上去挽住他的胳膊。陈哥哥，你回来啦！三皇子抬手揉了揉他的头，任由他拉着自己进屋子里。外面凉，你站在外面小心染了风寒。我这不是想见到陈哥哥吗？今日皇上选你去，所谓何事？不会又因为李家骂你了吧？明明就是李家死皮赖脸缠着你，要怪就怪陈哥哥你长得太帅了。父皇没骂我，倒是让心儿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陈哥哥你又不喜欢他们，是他们贴上来的，这样也说明陈哥哥你有魅力，我眼光好。若是别人看都不看一眼的人，他杨欣才看不上，那不是丢了穿越人的脸吗？听他这么说，三皇子要脱口而出的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心儿这般好，为他出谋划策，他实在是说不出口。怎么啦？陈哥哥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我们说过不能瞒着对方的。三皇子略微沉吟片刻，一边观察着杨欣的表情，一边把皇上要为他选正妃的事说了。陈哥哥，我知道你的处境不好，所以你后院里全是女人，只要你不碰她们，我都忍了。可是你明明答应过我，正妃的位置是我的，还答应了给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希儿，你也知道我如今没有反抗的能力，我们这儿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过，和你来的那个地方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都是男人，我们那个地方可以，你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做不到就别招惹我。说完抹了把眼泪，转身跑了出去。于一洛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，过了小半月的清静日子，他不知道暴君为何最近都不带他去上朝，也不来看他。不过他乐见其成，觉得此刻这样才是婴儿该过的生活，每天和美人娘亲贴贴，感觉生活不要太美好。娘娘，如今这宫里都在传小公主失宠了。花蕊在娘娘面前嚼什么舌根呢？张嬷嬷警告道。奴婢就是觉得他们胡说，皇上虽然没来娘娘宫里，可是也给小公主送了不少东西。丽妃好笑地看着花蕊，打断两人的对话。你既然觉得他们胡说，还搭理作甚？宫里这么多嘴，什么都在意，你不是为难自己吗？奴婢明白了。既然明白了，就去领烫过来。张嬷嬷打发掉花蕊，担心于一洛着凉，转身把窗户关上。娘娘，听说贤妃近日要为三皇子选正妃，让贵女们都来参选，皇子选妃弄这么大阵仗，贤妃这是想借此机会立威吧？如今贤妃掌管后宫，想敲打其他人，就会借此机会彰显自己得皇上看重。可不是吗？最近贤妃可是换了不少自己的人，也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。君心难测，总归和我们无关就是了。让你去太医院看看林太医，这是你
你去办了吗？看了，林太医一切都好，就是听说许太医被斩首了。斩首？丽妃心里微差，她都还没动手给洛儿报仇，皇上出手真快。两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去领炭的花蕊哭着进来。这是怎么了？没领到炭吗？花蕊把领来的炭递给张嬷嬷，炭拿到了，你哭什么？等看清楚炭后，张嬷嬷明白过来，抬眼才注意到花蕊的一边脸上有个巴掌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先给花蕊涂药再说。张嬷嬷拉着花蕊坐下，给她涂了药才问到底怎么回事。花蕊张嘴就想哭，张嬷嬷睨了她一眼，刚上好的药，别把药哭没了，浪费娘娘给的药。幕府的人说还没进入冬天不给炭，我就说小公主要用，他们就拿着不好的木炭打发我气不过就和他们吵了起来。张嬷嬷皱了皱眉，宫里都是见风使舵的人，见皇上没来娘娘宫里，便开始为难，也有可能是贤妃娘娘授意的，也不一定。花蕊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花蕊退了出去，张嬷嬷张口询问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丽妃勾了勾唇，她若是忍气吞声，这些人会觉得她好欺负，她自己受委屈没关系，宝贝女儿不可以。嬷嬷，你去请皇上过来，就说本宫请他过来商量小公主的满月宴要怎么办。于一洛支着小手，心里雀跃，美人娘亲这是支棱起来了，肯定是心疼我才这样的，果然是世上只有妈妈好啊。洛儿放心，娘亲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张嬷嬷穿过长长公道，去到御书房，对守在门口的侍卫说明来意，请他们进去回禀。皇上，丽妃娘娘宫里的嬷嬷求见。所谓何事？丽妃这人不争不抢，其他妃子会时不时的来御书房，又是送汤送点心的，她这还是第一次主动让人过来。和您商量小公主的满月宴。知道了，朕等会儿过去。曹公公闻言心里有些纳闷，皇上还真是奇怪，之前恨不得把小公主拴在身上，这半个月又不肯去见小公主，可是东西又照送，揣测不了他在想什么。走吧，去丽妃宫里。皇上穿上衣裳往门外走去，路上听到一群宫女太监的说话声。你们知道吗？之前觉得小公主受宠，结果才几天又不受宠了，皇上都好久没去看她了。一个公主而已，早有预料，皇子都未必能一直得皇上看重。之前还羡慕在丽妃娘娘宫里当差的人，现在有些庆幸自己没去。听说今日她身边的宫女被主子的事容得你们嚼舌根吗？曹公公张口呵斥几个宫女太监，打断他们的话。几人听到声音，转头看到皇上和曹公公，忙跪到地上，吓得魂差点没了。皇上淡淡的瞥了几人一眼，曹公公按规矩处理。到丽妃的寝宫门口，皇上拢了拢外袍，用眼神制止住要进去通报的宫女，抬腿走了进去。丽妃正在逗弄着于一洛，听到张嬷嬷的见礼声，抬起眸子看过去，笑着起身。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上前扶她起身，坐到原木桌前。你个大猪蹄子，放开我美人娘亲，怎么还一直欠着呢？臭不要脸的！丽妃下意识的想把手收回，皇上却紧紧攥着，目的就是想气小家伙。皇上，臣妾去把洛儿抱过来。把手挣脱出来的丽妃转身去抱起床上的小家伙，吩咐张嬷嬷去沏茶。皇上打量了一圈丽妃的寝宫，除了贴身伺候的嬷嬷，竟没看到其他人。想起来时宫女太监的议论，不由得问出声：丽妃，你身边伺候的宫女呢？前段时间处置了芙蓉，本来说给丽妃送人过来的，被丽妃拒绝了。她有些不舒服，让她去休息了。伺候的宫女被人打了呗，下手还不轻。如今后宫是贤妃掌管，我可不信这是和贤妃无关。皇上眉头轻蹙，听到洛洛心声后，他确实想收回贤妃掌管后宫的权利，可贤妃目前没什么错处，他也不好无缘无故收回她的权利。一方面也担心打草惊蛇，邓峰掌管京城所有的禁军，若是轻易对贤妃出手，这人气急对他下手。张嬷嬷沏茶进来，给两人倒了茶，便听丽妃吩咐：嬷嬷，你去把炭烧上，有点冷。嬷嬷会意，转身去把木炭烧上。臣妾身子弱，洛儿还小，寝宫旁边就是荷花池，吹风寒气比较重，皇上见谅。可。张嬷嬷咳嗽着站起身，这是什么炭？赶紧给灭了，免得洛洛吸了去。别说小孩子，他一个大人都差点被呛死。宫里没炭了吗？怎么用这种炭？这种木炭一看就是下品，寻常百姓家都嫌呛人。于一洛抬了抬眼皮，宫里当然不会没炭，这不都是宫斗桥段吗？肯定是贤妃故意为难娘亲，给这炭羞辱呗。若是没有她的授意，内务府的人哪敢打娘亲的贴身宫女？皇上宽慰着丽妃，抱过于一洛，捏了捏她肉嘟嘟的脸，才感觉气消了些。对了，洛洛的满月宴朕会让人去办，办隆重一些。
这些人不是说小公主失宠了吗？他就偏要隆重大办，给小家伙长脸，不然丽妃这么软弱可欺的样，谁都能踩上一脚。曹公公去得快也来得快，进来时身后跟着2个太监。皇上，人带过来了。知道朕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你们看看那炭是给人用的。皇上，可能是小林子一时粗心拿错了，奴才这就给丽妃娘娘换上好的红罗炭。求皇上恕罪，都怪奴才粗心大意拿错了炭。还拿错？王公公这是想把事往小林子身上推呀？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的人，待什么内务府？既然拿个炭都会拿错，朕以为这手也就没有必要留着了。王公公，你既然知道是小林子粗心大意拿错了炭，就由你来砍掉他拿炭和打丽妃宫女的手吧。要看2人狗咬狗能吐出什么东西。6啊，暴君这是故意刺激小林子吐出更多东西啊！皇上饶命，是贤妃和王公公让奴才这么做的，奴才只是奉命行事。奴才若是不这么做，贤妃会杀掉奴才的家人。他们还说丽妃性子弱，不会告状，小公主又不得宠，不会有什么事。即使真的被皇上知道了，就让奴才背锅。皇上，小林子这是信口开河，奴才都不曾见过贤妃娘娘，她这是诬陷。奴才没有，贤妃娘娘说了，这事成了就把她身边的宫女给王公公当对食。皇上若是不信，让人搜王公公的身，他身上有一块手帕，上面有一朵海棠花，正是贤妃贴身宫女给的。皇上示意曹公公搜身，果然搜出了小林子说的那方帕子，上面也确实绣着一朵海棠花。皇上，奴才是被冤枉的。张嬷嬷上前拿起手帕看了一眼，手帕确实是贤妃娘娘身边的海棠姑娘的，奴婢见过。来人，把2人拖出去杖责5时，逐出宫去。话落，工人往2人嘴里塞了布，再把他们拖出去，完全不给2人叫喊的机会。可以呀，除去了贤妃的一大助力，否则有王公公在，贤妃安插眼线到个宫就更加方便了。皇上听得心情愉悦，今日这小家伙夸了他2次了。曹公公，把2人被杖责逐出宫一事传播出去。消息很快传入贤妃耳朵里。废物，坏本宫好事。海棠压制住心里的愉悦，娘娘为了拉拢王公公那个老家伙，让他故意去讨好，他每次都是忍着厌恶去的。现在好了，王公公被杖责完，只怕是命都没了。他拉回思绪，轻声道：娘娘息怒，本宫知道你讨厌王公公，可现在他被处罚了，往后本宫还怎么往各宫安插眼线？娘娘你现在掌管后宫，再提拔一个人上去用就可以了。你说的简单，有可能皇上开始怀疑本宫了，所以才处罚王公公和小林子。娘娘不是要为3皇子选正妃吗？你可以请丽妃和你一起帮忙挑选，顺便试探口风。不错，我们现在去丽妃那儿，顺便瞧瞧咱们皇上宠着的小公主。贤妃来时，丽妃刚给于一洛喂完奶，见到贤妃来，心里有了猜测，脸上带着笑意见礼。见过贤妃姐姐。妹妹带着小公主不必行礼，本宫过来是想给妹妹你道歉，是本宫管理不妥，才让内务府的狗奴才折辱了妹妹。姐姐说的什么话？你才接管后宫，哪能事事周到？后宫人向来踩低捧高，又怎会是姐姐的错？哇哈哈哈！想不到美人娘亲也懂阴阳怪气啊！贤妃这个死绿茶，闻着味就来了，肯定是想套娘亲的话。还好娘亲不是什么傻白甜，看来3皇子挺像贤妃的，真是越发好奇贤妃的奸夫长啥样，才让3皇子长得如此好看。妹妹真是通情达理，听闻皇上在妹妹宫里处罚了内务府总管，妹妹没被吓到吧？果然是来套话的，这就进入正题了。皇上让人在外面行刑，妹妹没被吓到，多谢姐姐关心。贤妃又问了几句，都被丽妃避重就轻地挡了回来，一点有用的话也套不出来。本宫今日来其实还有一事相求，姐姐请说。妹妹也知道3皇子是个不让人省心的，皇上让本宫给他挑个正妃，可本宫对京中贵女不太熟悉，想请妹妹帮忙一起长长眼。娘亲答应他，我太好奇他会帮3皇子挑个什么样的正妃了，拜托拜托，一定要答应下来。好，妹妹到时候会去。哦耶，娘亲果然和我心有灵犀，太早起啦！洛洛，父皇来看你了。暴君每次说这句话，就是打算把他带出去，让他被迫营业，看他处理政事。这暴君是粘人精吗？早上不是刚来的，怎么又来了？暴君肯定又想把我抱走。跨过门槛的皇上差点一个趔趄，早上不是还夸他来着，现在怎么又嫌弃了？不过被嫌弃惯了，他就装着听不见。朕带洛洛去御书房，丽妃你继续用膳。皇上直接抱着于一洛离开，一刻也不多留。其实皇上带着小公主也挺好的，
娘娘你可以轻松轻松。被抱出去的于一洛看到御书房几个大字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他好想逃，可却逃不掉。咦，丞相怎么也在？看上去好憔悴呀，那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。这是和丞相夫人吵架了，被赶出来了。皇上仔细看了眼丞相，确实精神不太好，方才他没注意到。皇上，臣可有不妥？丞相整理了一下朝服，有些不解地问：丞相大人找朕，可是有要事相商？臣想找皇上告祭天下。李家那逆女留下的烂摊子还没解决，夫人也因此焦头烂额，睡也睡不好。毕竟是他们毁约在先，又不能怪人家蔡家。告假？莫非是你？那女儿婚事还没推掉？人家蔡家已经告知亲朋好友儿子今年娶亲，眼见着离婚期越来越近，结果新娘没了，肯定不会同意推掉婚约呀。于一洛下意识就想张口告诉丞相大人，让他把另一个女儿嫁过去，可是发出的却是哇哇哇。这是怎么说也是因三皇子而起，对方是怎么说的？朕帮你出主意。不是，你能出什么主意呀？把人蔡家都给砍了，或者逼人家主动退婚吗？可要不得呀，这蔡家留着有不少用。于一洛也愣住了，你们在御书房不商议国家大事，在这儿商量后宅之事合适吗？丞相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抬起头看着皇上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皇上说帮你出主意。曹公公提醒了一句，李丞相忙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。于一洛想扶额，可是手背裹。服气，真的服气，一个敢出主意，一个敢信。蔡家想要的是一个妻子，你不是还有一个女儿吗？给送过去不就好了？没这么容易，不然老臣也不会这么苦恼了。有李家这个白眼狼在前，李夫人怎么敢再把另外一个女儿送过去？女儿又不是她生的，不是心甘情愿的去，不是起了反作用吗？皇上一手敲着长案，心想着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啊。朕听说你夫人的绣工极好，不如让你夫人进宫见见丽妃，她想给小公主绣帽子。哟，暴君还知道摇人啊，让美人娘亲帮忙，这是肯定成了。书里丞相确实是这么做的，可惜没说服女儿，事情是解决了，女儿却和他们断绝了关系。谢皇上，臣回去就让那人明日带小女进宫来见丽妃娘娘。去贤妃宫里。曹公公跟上他，心里纳闷，带着小公主去贤妃宫里做甚？皇上，要不奴才帮你抱着小公主。你是觉得朕老了用不着？怎么会？皇上你是风采依旧，这都抱了小公主这么久了也不累，还是单手抱，换奴才手早就软了。曹公公这马屁拍的，原来暴君是单手抱着我，我就说怎么没有娘亲抱着舒服，也不知道他来贤妃这个老绿茶这儿来干嘛。皇上听着于一洛的心声，又加了一只手支棱着他的脑袋。守在宫门旁的宫人远远地看到皇上朝这边来，忙跑进去通报。贤妃一惊，忙站到门口迎接。娘娘，皇上怎么突然过来了？海棠在旁边扶着他，有些担忧。贤妃心里也有些不安，可现在没见到皇上，她也揣测不了皇上过来的用意。思索间，便看到皇上抱着于一洛走了过来。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皇上越过他，自顾自地往里面走。外面已经有了寒意，进入贤妃的屋里，倒是感觉暖融融的。贤妃这宫里倒是暖和。皇上不会是来问罪的吧？来人，上茶。上什么茶？你不就是老绿茶吗？暴君就吃这一套。臣妾怕冷，所以烧了炭。丽妃妹妹被内务府刁难一事，臣妾很是过意不去。这些狗奴才实在该死，不过也是臣妾失职，求皇上责罚。你才接手后宫，有些疏忽在所难免，朕不怪你。谢皇上体恤，倒是让臣妾更加愧疚了。阿噗，惺惺作态，刚刚喝的奶都快吐出来了。皇上听了还特意看了于一洛一眼，发现他没吐奶，才继续道：朕的冬装到现在还没赶制出来，往年这个时候该送到朕手上了。原来皇上来是为了这事。这么看，皇上应该不知道王公公是自己的人，否则怎会这般轻松结果，绷着的心放松下来。这是真是臣妾疏忽了，臣妾会让绣房那边尽快把皇上的冬装赶制出来。皇上没有多留的意思，站起身。你记得盯紧心，别出什么差错。朕让你掌管后宫是对你的信任，你再继续信任下去，小命就没了，还信任？于一洛撇了撇嘴，想提醒暴君，又开不了口。臣妾明白，恭送皇上。出了贤妃宫里，皇上的脸冷了下来。皇上，回御书房吗？去丽妃宫利用完善。曹公公有些为难，开口提醒。皇上，你已经许久没翻牌子了。怎么，朕每天处理政务，你是嫌朕不够烦？上朝被那些老家伙烦，回宫又被后宫的女人们烦，他都快长在御书房里了。可是
别可是了，你往后提一次，朕就罚你去洗一夜的公桶。大臣们都来奴才这，奴才也没办法。那些大人见不到皇上就让他转达，他本来也不想。你是听朕的还是听那些老家伙的？奴才是皇上的人，以后不会再说了。再说就得真去洗公桶了，皇上不是说着玩的。暴君这么讨厌范太子啊，怪不得贤妃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。突然被扎了一刀的皇上差点把于一洛扔地上。说话间到了丽妃宫里，知道皇上要过来用膳，丽妃早已命人备好饭菜，用过晚膳，外面天色暗了下来。皇上把李夫人明日进宫的事和丽妃说了，丽妃是个聪明人，笑着应了下来，便听到女儿的心声：娘亲加油，这事成了，以后蔡家这个金库大有用处。翌日午时，李夫人带着小女儿李倩来到丽妃宫里，参见李妃娘娘。李夫人不必多礼，请坐吧。谢娘娘。李倩站在李夫人身旁，视线却有一下没一下的落在于一洛身上。李小姐很喜欢洛儿。李倩闻言有些惶恐地站起身。娘娘恕罪，小公主长相精致，臣女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并非有意冒犯小公主。不必紧张，本宫没有怪你的意思。你既然喜欢小公主，可以抱抱她。真的可以吗？李倩有些受宠若惊，得到肯定后小心翼翼的抱着小公主，软乎乎的。李倩担心自己手法不对，怕小公主不舒服会哭，可是小公主一直睁着大眼睛看她，时不时的发出咯咯的笑声，十分乖巧。娘亲，小可爱为你脸都笑酸了。这李小姐喜欢算账，嫁到蔡家再合适不过了，你加油。花蕊，带李夫人去看看本宫给洛儿绣的帽子。支开了李夫人，丽妃让张嬷嬷把匣子里的银钱都拿了过来。这银钱本宫怎么算都不对，嬷嬷你来给本宫算算。张嬷嬷心里不解，可也没多问，坐下照做。斗鱼一落完的李倩听到两人的对话，来了兴致，也看了过去。见张嬷嬷几次拨错算盘珠子，她都恨不得上去帮忙。可是母亲交代过，让别乱说话，所以她只是静静地看着，没有开口。娘娘，奴婢算的应该不对吧？是本宫为难你了。丽妃笑了笑，看向李倩，状似随意问：李小姐会打算盘吗？会，简直太会了。蔡家生意做大做强，她功不可没。李倩抿了抿唇，有些迟疑。看样子李小姐是会的，既然会，就劳烦李小姐帮本宫算算这匣子里有多少银钱。丽妃都这么说了，李倩也不好再拒绝，坐下拿起算盘，手指灵活地拨动着算盘珠子，没一会就把银钱算好，装进匣子里。李小姐真是个妙人儿。娘娘过奖了，是臣女献丑了。她确实特意学过，娘找人教了他们不少东西，琴棋书画，还有怎么当家。可她对其他的提不起兴趣，只对算账这方面在行，怕父亲母亲不喜欢，她才没表现出来。这可不是献丑，李小姐算盘打得这么好，自然可以大大方方表现出来。本宫看过一个画本子，有个姑娘对其他什么都不感兴趣，偏偏对算账感兴趣。后来呢？后来姑娘嫁了一个支持她的好夫家，凭借着自己的本事，让夫家变得越来越富有。听到这儿，李倩垂下眸子，不禁想起爹和娘的对话。娘娘，臣女也看过一个画本子。娘亲刚刚说的这个画本子内容怎么这么熟悉？这不就是说的李倩吗？在哪儿听来的？哦，本宫愿闻其详。一个女子，她的姐姐原本订了婚，可是姐姐心悦其他人，不喜欢自己母亲后的婚约，人跑了，给父母留下了烂摊子。父母原本打算退婚，可男方不同意。她的家里还有一个妹妹，娘娘觉得这个妹妹应该为家里考虑，顶替姐姐嫁过去吗？娘和李倩是懂说话本子的，李倩说的完全是自己目前的处境啊。看来是因为娘方才的话动容了，你可快点答应嫁过去吧，你的福气在后头，等李家这个恋爱脑后回去吧。这就要看这主婚约好不好，若是好，妹妹嫁过去皆大欢喜。不过本宫有些好奇，女子的父母提让妹妹嫁过去了，这桩婚事在父母眼里是好的，可姐姐不这么认为，妹妹也不清楚。臣女目前就看到这儿，父母没提让妹妹嫁过去。父母若是对孩子好，必然不会害自己的孩子，他们没提也可能是被姐姐伤透了心，担心小女儿认为是因为姐姐不要了才给自己，所以没提。说了这么多，李小姐喝点茶吧。听了丽妃的话，李倩只觉得本来想不明白的事都想通了。若是母亲这么给她说，她确实会如此认为，感觉自己不受重视。可现在她不这么想，蔡家是商贾之家，不像这些官宦人家有太多束缚，也许她真的可以光明正大的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谢谢娘娘。
娘亲这招高啊，不用李夫人他们开口，李小姐自己就会自愿嫁过去，两家也不会因此离了心，太妙了。李家的事解决后，李丞相上朝时都精神了不少。退朝后，李丞相还特意去御书房感谢了皇上一番。多谢皇上，臣的家事如今已经解决，都是丽妃的功劳，丞相你也不必客气。那是，若不是娘亲出手，这事肯定成不了。就你们两个老家伙的办法，只有强行逼嫁。对了，今日贤妃那个死绿茶要给三皇子选妃，暴君一直抱着我在御书房，我还怎么看热闹？皇上挑挑眉，他倒是把这事忘了。丞相大人没什么事就告退吧，朕还有事要处理。皇上，金将军那边现在如何了？他到现在还对那封信耿耿于怀，可皇上明显觉得那信没问题。金将军一切都好，莫非丞相不相信金将军的忠心？这次没有被怀疑，暴君坚定地相信舅舅，舅舅必定能解决掉那个小国家凯旋归来。那就好，臣相信金将军。可那封信假的，想离间朕对金将军的信任。丞相与其盯着金将军，不如多关注方太师。暴君还真是人间清醒，可惜对上贤妃那个死绿茶就开始降智了。皇上嘴角抽搐了几下，打发调丞相去到贤妃宫里。看吧，这就迫不及待来找贤妃了。暴君真的超爱，不是你想凑热闹吗？再说他哪里喜欢贤妃了，暂时不处理他事还不是时候。皇上驾到！闻言，众人纷纷起身行礼。皇上走到上首，径直坐到主位，才让众人起身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带小公主过来透透气，难道朕不该来吗？他把御衣落递给丽妃，懒懒地开口：都开始吧，三皇子还没来吗？三皇子估计还在哄穿越女，人家要的一生一世一双人，结果三皇子答应的好好的，你转身就让三皇子选正妃，可不是给人家小情侣添堵吗？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皇上心里冷笑，别说作为一个皇子，就是普通人家哪个不是三妻四妾？不过没关系，等他把三皇子废了，倒是可以满足两人的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臣儿等会就到。贤妃笑着回，偷偷朝海棠使了个眼色。丽妃妹妹，你觉得哪家小姐适合？哪家小姐都不适合。你儿子是个什么名声，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还有脸问美人娘亲？我娘亲若是说了，不就是把人姑娘往火坑里推吗？丽妃知道自己女儿嘴巴毒，可没想到竟这么毒。她借喝茶的动作掩盖住了嘴角的笑，正要开口作答，便听皇上道：是你给三皇子选妃，还是丽妃选？臣妾就是觉得丽妃妹妹对京中小姐较为了解，所以才请丽妃妹妹帮着长长眼。你自己的皇子选妃你不去了解来参选的小姐，还指望别人？贤妃语塞，感觉皇上今日似乎对她意见很大。看着贤妃吃瘪的样子，皇上心里痛快，怪不得洛洛喜欢编排她。原来看别人吃瘪能让自己身心舒畅，特别是这个人还是贤妃。这时出去的海棠回到贤妃身边，俯身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：三皇子来了吗？皇上不给二人打哑谜的机会，直接开口：回皇上。过来，你说。皇上指着海棠：让你说你就说，看贤妃做什么？她的脸上有字不成？三皇子在府里和一群青楼女子喝酒作乐，说是等会就到。本来还以为暴君是在帮娘亲说话，所以才对贤妃这个死绿茶。皇上在心里翻了翻白眼，难道不是吗？想想觉得不对，他现在又不知道那些狗血真相，也不知道自己被绿了，所以肯定是觉得自己威严被三皇子挑衅了，才拿贤妃出气。合着自己做什么都能被曲解呗？他被挑衅的威严还少吗？丽妃听了宝贝女儿心声，有些同情地瞥了皇上一眼。绿帽王亲自来为三皇子选妃，结果三皇子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太惨了。几人又等了一会，三皇子才姗姗来迟。参见父皇，怒妃丽妃。皇上拿起一个趁手的杯子，毫不客气地砸到三皇子的额头处。逆子，不知道今日选妃。三皇子来不及躲开，杯子砸在他的额角，掉到地板上。三皇子抬手擦了擦额角的血。完了完了，以三皇子睚眦必报的性子，以后肯定会加倍报复在暴君身上。你说说你打谁不好打男主？皇上不在意的甩甩手，管他什么男主不男主，打了就很爽。儿臣知道，儿臣已经有心悦的姑娘，不想选妃，求父皇收回成命。看这本书时就觉得他是标准的美强惨，两个爹都不疼，娘也不爱，自始至终都是被利用，就连他喜欢的人
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歪歪，要做最尊贵的女人，不停地给他洗脑，才让他走到造反的那一步，甚至到书的结尾都不知道自己是一颗棋子，也不知道自己生父是邓枫。起来吧，既然你不想选妃，朕也不逼你。娴妃捏着手帕的手紧了紧。皇上，这娶妃是给儿子增长势力最快的，他没想到杨欣那个小贱蹄子竟然敢阳奉阴违，答应他给儿子出谋划策的，结果把儿子迷得为了他不娶其他人。他脸眸掩盖住眼里的杀意，让这些世家小姐都回去。这些世家小姐们闻言提着裙摆不带一丝犹豫的撒丫子就跑。这穿越女洗脑还挺厉害，居然让三皇子因为他不再隐忍。不过他这招欲擒故纵用的还挺溜，一边让三皇子反思自己，一边又更加厌恶上暴君，激发三皇子造反的心。于一洛其实很不理解杨欣的想法，她一个穿越女，明明知道三皇子有官配，还去勾搭三皇子，这不是妥妥的知三当三吗？若是三皇子和官配在一起，就不会造反，暴君一家也不会全都嗝屁。穿越女，皇上和丽妃不止一次听到过这奇怪的字眼，都很好奇这个穿越女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有如此厉害的本事。丽妃觉得此刻自己不适合再留下来，抱着于一洛告退，皇上自然也跟着离开。在不知道三皇子身份时，他是真心为三皇子好，所以才让娴妃为三皇子选妃。三皇子自小聪明，比起太子有过之而无不及，担心这孩子太过锋芒毕露，他刻意冷落他。朝中不少大臣野心勃勃，若是他不懂得藏拙，必定会被有心人用来搅乱朝局。后来三皇子也确实懂得了藏拙，流连烟花柳巷，他心里还有些欣慰，以为这儿子听进去了，没想到这竟成了三皇子想造反的理由。几人离开后，娴妃的寝宫里便只剩他和三皇子。选妃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不知道吗？这还要让本宫告诉你，因为杨欣嘛，本宫就知道他不是个安分的主。他现在都开始反思自己安排杨欣和儿子相遇到底对不对？是不是母妃不是一清二楚吗？即使没有心儿，我也不想选正妃。我如今名声这样，不想连累其他人。本宫是为了谁？不是为了你吗？海棠看得有些心疼，轻声开口劝解：娘娘，三皇子头上还有伤，你就别打他了，有话好好说。就这点小伤口，死不了。你若是能有出息些，皇上还会这么对你吗？连一个银儿都比不上。母妃若是没什么事，儿臣就先告退了。你站住！娴妃叫住他，他顿住脚步，心里隐隐有些期待的转身，以为母妃会给他药，让他回去上药，不想只是一句带着命令的话。本宫不管你对杨欣是个什么样的想法，都给本宫收收心思，否则本宫会把他灭了。小公主快满月了，你父皇会为她办满月宴，到时候你别缺席，可以对小公主上心加以利用。回到三皇子府，便看到杨欣站在门口，嘴角含笑地看着他。陈哥哥，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菜等你，我们去吃饭吧。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从他说父皇要给自己选妃，两人就不欢而散。他派了不少人去找杨欣都没有结果。杨欣说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也和杨家脱离了关系。他担忧的睡不好，因为自己是他亲近的人。可现在杨欣竟自己回来了，脸色看起来也正常，身子也没变消瘦。陈哥哥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杨欣抬眸注意到他额头的伤，这伤怎么回事？是皇上打的吗？皇上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你是他儿子啊？这要是再往下一点，就伤到你的眼睛了。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果真如此。不怪父皇，是我拒绝了选妃。怎么能不怪皇上？他是皇上，也不能随便打你啊。我们那个地方人人平等，婚事这些也是自由的。你不喜欢那些人，拒绝了何错之有？他边说边观察着三皇子的神色。记得小说里，女主就是三皇子在选妃宴上认识的。虽然三皇子说没选，难免主角光环碰撞，二人擦起了什么火花也说不定。早知道他就早点回来了。星儿，我说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和你那个地方不一样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杨欣不和他辩驳，他得知道三皇子到底见着女主没有。那些姑娘好看吗？你有没有看得上眼的？我没注意。你见过我母妃吗？你母妃我怎么会见过？陈哥哥是打算带我去见见吗？三皇子盯着他，自然看出他在说谎，也不拆穿，只是笑着摇了摇头。你若是好奇，皇妹满月宴的时候带你去见见母妃，她应该很喜欢你。杨欣没注意三皇子眼里一闪而逝的深意，重点都放在皇妹满月宴这几个字上。他记得小说里三皇子并没有这么小的皇妹，难道是他穿来发生了蝴蝶效应？陈哥哥居然还有这么小的皇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
很可爱，父皇很喜欢他。两人口中的于一洛刚睡了一觉醒来，方才我们走了，三皇子肯定又被贤妃打了，太可怜了。丽妃听到他的声音，起身去给他换尿布，又给他喂奶，这是经历过几次，于一洛还是觉得怪羞人的。让美人娘亲给我处理，拉得臭臭，太难为情了，好羞涩呀。丽妃有些哭笑不得地拿开他捂住脸的小手，调侃道：洛儿还知道害羞，像个小大人似的。小公主现在就这么聪明，长大肯定很厉害。本宫只希望她平安长大，温柔聪慧就好，不需要太厉害。聪慧可以，温柔肯定不行，我这个大号已经废了。娘亲想要温柔的，只得重新练个小号。他的性格上辈子就注定了，肯定是改不了的，所以温柔是不可能温柔的。皇上来了。于一洛一听暴君又来了，整个小脸都垮了下来，闭着眼睛就开始装睡。朕带洛洛去御书房。皇上来的正是时候，洛儿刚醒。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我已经睡着了。勿扰勿扰，暴君速速离开。皇上特意把手在炭炉上烤暖和了，才抱起装睡的于一洛。洛洛，朕带你去见见你太子皇兄。于一洛一听，乌溜溜的眼睛立即睁开。太子啊，也是有些惨嘞。二人离开，张嬷嬷低声道：太子去找皇上，估计是为了皇后，这里面还有贤妃的手笔。贤妃利用太子去求情，皇上就更加不会放皇后出来。他这是怕自己手上的权力还没捂热，就被收回去，让他们斗去吧。只要皇后不被放出来，我们就先隔岸观火。御书房，太子听到皇上脚步声，忙跪地行礼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哎，见到了缺根筋的皇兄了。太子轻轻抬眸张望，没有人开口，还没弄清楚是谁发出的声音，声音又响起：你这人哪哪都好，就是太固执己见。三皇子和穿越女联合杀了暴君，你却接受不了现实，伤心自刎了，直接让位于三皇子，只怕暴君在棺材里气的棺材板都快压不住了。太子确认了，没人开口说话，声音是个女生，他的目光锁定在于一洛身上，又觉得有些荒谬。可是让他觉得更荒谬的内容是，三皇子会杀了父皇，他会自刎。皇上本来想让太子起身，听了于一洛的心声，改变了主意。作为一个太子如此懦弱，竟然还自刎，真是白瞎了他的教导。说吧，找朕何事？回父皇，儿臣想见见母后。太子应该是想为皇后求情吧，一个为自己杀母仇人求情的大冤种，若没有皇后，你母后也不会死啊。太子愣了愣，什么母后？他的母后不是皇后吗？皇上却松了口气，心里还挺庆幸，还好太子是他的血脉，不是皇后和别人苟合生的。陆皇后当年因难产而死，死前诞下一个死胎，所有人都以为陆皇后是难产而死，其实是因为现在的皇后调换了2人的孩子，并把陆皇后害死了。看书时于一洛还挺喜欢陆皇后，可惜没见着。不是，这2人怎么都不说话，暴君也不叫太子起身，怎么回事哦？太子跪下。本来听太子自刎时皇上就挺气，现在知道他是陆皇后的孩子就更加生气了。陆皇后那样的品质和他这样的品质，竟然生出了太子这么愚孝的人。虽然他目前还没这么做，可洛洛心里这么想的，他就是做过了，必须得给他点教训。儿臣遵旨。朕问你，你来是想为皇后求情的吗？本来肯定的答案到了嘴边便开始犹豫，他觉得那道声音荒谬，可有些东西是有迹可循的。母后看他时神色复杂，之前他看不懂里面的情绪，现在却懂了，那绝不是一个母亲看孩子的眼神。朕在问你，假如朕被奸人陷害，对方用朕留下的遗诏让你自刎，你会不会照做？父皇是君，儿臣是臣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皇上差点气得一口老血喷出去，站起身抱着于一洛走到太子面前，踹了他一脚。朕就是这么教你的，这是愚孝，你不知道吗？查都不查就肯定那遗诏是真是假，若是就这么自刎了，岂不是让奸人得逞？皇上息怒，小心伤着小公主。若不是朕抱着洛洛，非得踹死你，还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朕看你是想气死朕，你回去就给朕写愚孝这2个字，写到想明白为止。这不得归功于你找的好老师吗？没把太子皇兄教歪，就该谢天谢地啦。其实太子皇兄其他方面还是挺强的，若是能加以改正一下，必定比你更加能当好皇帝。父皇若是听到这么大言不惭的话，肯定早就把皇位扔出去了。还好就我能听到，儿臣知错，回去就写。太子认错态度极好，
皇上终于让他起身，见太子起身还不打算离开，皇上瞥着他，太子还有什么事？若是在为皇后求情，他就把洛洛给曹公公抱着，继续踹太子。儿臣想抱抱皇妹，可以吗？他既然能听到皇妹的心声，皇妹对他来说是与众不同的，自然该好好亲近。抱着，小心些，别伤着他。皇上不情不愿地把羽衣落递给他，太子十分小心地接过。我是太子皇兄，皇妹长得真好看。不愧是白月光般的存在，声音好听就罢了，脾气也这么好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肯定不会让你嗝屁的。一旁的皇上拉着脸，心里那叫一个不爽。瞧瞧小家伙被太子抱着就咯咯直笑，对他小家伙心里就没一句好话，不是编排他好惨啊，就是各种戳他痛处，和对太子简直是两副面孔。真后悔方才踹太子踹少了，太子越看于一洛越喜欢。多亏了皇妹，让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回去就查查看到底是真是假。父皇，儿臣可以带皇妹去东宫玩玩吗？等会儿亲自送回丽妃宫里。皇上想也没想便拒绝了。朕让你做的事你做了，有时间带洛洛，赶紧给朕回去写字。贤妃让人盯着太子这边的动静，一有消息就禀告他。娘娘，盯着太子那的人来了，让人进来。他坐直身子，逆着门外进来的小太监，说吧，怎么样了？回娘娘，太子并未替皇后娘娘求情，反而是不知道做了什么惹皇上不快，被赶出了御书房。你说什么？小太监又颤抖着声音把话重复了一遍。海棠给了他点碎银子，让他退下。太子怎么不求皇上把皇后放出来呢？娘娘，太子既然惹了皇上不快，也未必是坏事。至于皇后娘娘，可以徐徐图之。想想也是，贤妃拈起一块点心，突然又想起什么，又放下，淡淡的问：杨欣回三皇子府了？已经回去了。三皇子为了他拒绝选妃，娘娘为何？你想问本宫为何还留着他吧？本宫劝你收起你的那点小心思。小心思被看穿，海棠抿了抿唇，他确实心悦三皇子，也极度被三皇子另眼相待的杨欣，希望他消失。杨欣有本事让三皇子听他的话，本宫又怎么会除掉他呢？有他在，三皇子即使不愿意做一些事，为了他也只能任本宫拿捏。娘娘英明，只要有杨欣在，三皇子必定会听娘娘的话。若是杨欣违背了娘娘的意思呢？岂不是破坏了娘娘的计划？不会的，杨欣比谁都希望三皇子坐上那个位置。那个女人的野心可不小，一边喊着人人平等，一边又妄想那个位置，真是清高的可笑。若不是他还有些用处，他早就解决了他，哪容得他蹦跶。两人说话间，曹公公走了进来，见过贤妃娘娘。公公过来寻本宫何事？皇上让奴才来问娘娘，冬装可赶制出来了吗？本宫待会儿就亲自去绣房看看，你且回去告诉皇上，赶制出来本宫就送过去给皇上。猎杀时刻，贤妃下线倒计时开始。皇上此刻面前正跪着一个人，正是绣房的管事嬷嬷。你说贤妃已经把龙袍取回去了？对啦，奴婢亲自交到贤妃娘娘的手上，估计等会就会送过来。中，你回去吧。皇上，晚上是去丽妃宫里用还是？不用，在朕宫里用。我雷个爹呀！是打算等贤妃送龙袍过来一起用吗？一直借着催龙袍进度，想去见贤妃，可真有你的。于一洛心里吐槽完，感觉到肚子有些饿了，想开口说话又说不出来。皇上瞥了他一眼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把他递给曹公公，抱小公主去丽妃宫里喂奶。以为自己暂时性解脱了，于一洛还来不及高兴，皇上又补充了一句：喂完带回来给朕。他要让这小家伙看看自己怎么处理贤妃的，让他自我怀疑。于一洛被带回去喝完奶换了尿片过来时，已经到了用晚膳的时辰，他前脚才被抱进皇上的清心殿，贤妃后脚捧着龙袍进来，贤妃一看就是精心打扮过的，嘴角含笑的俯身行礼。我雷个豆，还穿一身绿呢，嫌暴君还不够绿吗？瞧瞧这郁郁害羞的样子，暴君看的眼都直了。他只是突然发现贤妃还挺喜欢绿色的，以前觉得没什么，现在成天听洛洛说，看贤妃身上的宫装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起来吧，贤妃今日这身衣服倒是衬人。谢皇上夸奖，这是臣妾今年新做的衣服，臣妾很喜欢。不仅你喜欢，暴君也很喜欢，哈哈哈。贤妃娘娘送这龙袍过来，可有检查过？皇上，你瞧瞧这龙袍，赶制的时候臣妾特意派人去盯着，拿回来又检查了一番才送到皇上你这儿。贤妃有心了，朕去试适合不合适。这可是龙袍哎，出了什么事他贤妃担待得起吗？可不嘛。什么鬼呀？不对呀，暴君方才不是刚见了绣房管事嬷嬷吗？
好家伙，原来他这是打算对贤妃捧杀呀！他就说暴君知道了贤妃不安分也不管，原来在这儿等着贤妃呢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怪不得天天催他的冬装，找理由收回贤妃的权力不难，可这不痛不痒，若是谋害皇上，这就是大罪。他这是布局，打算彻底碾死贤妃，让贤妃再也爬不起来。皇上眼里划过笑意，抬腿往屏风后面走去。贤妃捧着龙袍跟着皇上进去。臣妾伺候皇上更衣。曹公公抱着于一洛在屏风外候着。猎杀时刻，贤妃下线倒计时开始。于一洛伸长脖子等着两人出来。好了，皇上看看满不满意？皇上从屏风后走了出来，本来还带着笑意的脸蓦然变冷。皇上，你怎么了？皇上解开龙袍，脱下扔给贤妃。贤妃，你是不是在龙袍上动了手脚？还有脸问朕怎么了？皇上，臣妾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你的龙袍上做手脚。臣妾检查过龙袍，没什么不妥啊。你说了，龙袍是你派人盯着赶制的，又是你亲自检查过送过来的，不是你还有谁？你自己看看衣领处。看到衣领处隐晦的一根细针后，贤妃手都有些颤抖。怎么会？肯定是有人陷害她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谋害皇上乃是死罪，臣妾又岂敢这么做？一定是有人想陷害臣妾。来人，贤妃意图谋害朕，拖下去关起来。哇哦，暴君干得漂亮，成功拿下首杀。于一洛看得十分激动，有贤妃和穿越女在，三皇子必定会造反。现在贤妃被关起来，那三皇子这个男主走上造反这条路的概率低了一些。皇上，娘娘冤枉啊！进来的侍卫二话不说，把人一并带走，关进牢里。这就是奸夫邓封啊！不是说暴君对他极其看重，都是在殿外保护暴君安全吗？怎么现在才看到？年纪虽然是大了一些，不过能看出来年轻时应该挺帅，身材也很好，怪不得贤妃会和他苟合。卑职参见皇上。起来吧，邓统领怎么来了？莫非是抓了什么歹徒？这奸夫还真是耐不住性子，贤妃被关大牢的消息才传出去，就迫不及待来见绿帽王，还真是好得很呢。回皇上，宫外一切正常，只是卑职听说贤妃娘娘意图谋害皇上，担心皇上龙体，所以特来问候。我信你个鬼！担心贤妃就直说嘛，还拿暴君当幌子。之前你二人都在暴君身边伺候时，可没少眉来眼去，还怪有情调的嘞。他还纳闷怎么现在才见到邓封，没想到是被暴君给调到宫外了。暴君真的是在崩人设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。朕没事，贤妃已经被关进天牢，朕会让刑部专门去审，不信他不开口，所以邓统领不必担心朕的安危。刑部审问犯人是怎么审的？邓封比谁都清楚，贤妃娘娘一个女子，又怎会顶得住那等酷刑？只怕是没有谋害皇上的心，也能被屈打成招。皇上没事就好，贤妃娘娘乃是女子，只怕熬不过刑部的审问便没了。是这样没错，他既然敢谋害朕，就该料到会这样。邓统领你也说过，对待歹人不必仁慈。他要的就是贤妃受刑，不然怎么逼邓封自乱阵脚？对贤妃越狠，邓封这边就会越着急。可是，好了，邓统领再继续说，朕都要怀疑你是不是和贤妃有什么私交。既然没其他事，就退下吧。哈哈哈，这是暴君离真相最近的一次了。好想告诉你，两人不仅有私交，还一起造了孩子。皇上脸黑了黑，于一洛还在继续。三皇子这个男主原本三观还挺正的，但凡暴君长了嘴，他也不至于被穿越女洗脑。不过归根结底，都是因为穿越女搅乱了剧情。想要暴君一家嗝屁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解决穿越女，告诉三皇子她的身份。等自己1岁会说话时，三皇子恐怕已彻底黑化。于一洛感觉自己头都大了。为什么不直接穿越成个大人，或者会说话也成啊？没长嘴的皇上摸了摸自己的嘴，有些疑惑。这不是长了嘴吗？皇上如今贤妃娘娘被关入天牢，那这后宫让谁掌管合适？移驾清心殿，召集有妃位的妃子们到清心殿。被召集到清心殿的妃子们都一脸莫名，齐齐行礼后坐至两旁。皇上召集各位娘娘过来，是想问问娘娘们，掌管后宫之权应该交给谁？若是之前，妃子们必定欣喜若狂，现在却觉得这是烫手山芋。皇后被关了禁闭，贤妃才接手没多久，又被关入了大牢，这简直就是催命符，哪是后宫之权？德妃，你来掌管后宫吧。承蒙皇上厚爱，臣妾只懂养花养草，吃斋念佛，实在难以胜任。淑妃，那你来。不等他说完，淑妃直接起身，让臣妾掌管后宫可以，
只要能容忍臣妾的处事方式，臣妾自然愿意。好不容易有人愿意接手，皇上自然高兴，直接拍板决定。好，今日起就由淑妃掌管后宫。若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淑妃虽然封号叫淑妃，可一点也不淑女，就喜欢舞刀弄枪，在后宫也独来独往，算得上是后宫的一股泥石流。其他妃子心里再不情愿，也只能乖乖闭嘴，不去惹淑妃这个与众不同的另类好了。本宫掌管你们似乎不大乐意，要不你们来？没有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小家伙长得挺好看的，本宫可以抱去玩玩吗？淑妃喜欢捣鼓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说是玩玩就真是玩玩，万一女儿受了伤就不好了。你放心，本宫最近没捣鼓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肯定不会伤着这可爱的小家伙。再说了，四皇子也是本宫带大的，不也活得好好的吗？是活得好好的，就是四皇子才籍贯就迫不及待搬出皇宫，远离你的魔爪，生怕被你继续霍霍。想起四皇子的遭遇，皇上轻咳一声：淑妃，洛洛该回去喝奶了，你也快回去忙你的吧。行，臣妾告退。小家伙满月时，本宫会给他准备一份礼物。说完扬长而去。三皇子府，陈哥哥，我刚才听到贤妃娘娘出事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喝酒？贤妃若真的出事，她这边对宫里的事情就一无所知，所以贤妃一定不能有事。为什么没心思？你没听到吗？是他想谋害父皇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去劫狱吗？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母妃，你不救她，谁去救她？母妃，别人的母妃会对孩子嘘寒问暖，母妃对她只有谩骂和责打。记得小时候父皇给她做了一把木剑，母妃二话不说，直接给她把木剑掰断，说她玩物丧志。我说错了吗？贤妃出事了，陈哥哥你也会出事的，我只是不想你出事。若不是嫌皇帝年纪大，他也不至于把希望放在俊美又年轻的三皇子身上。母妃做的事和我无关，你出去，别来打扰我。三皇子指着门下逐客令，他不傻，之前只是怀疑杨欣和母妃有联系，现在却是肯定了。欣儿小姐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是你给三皇子新纳的妾，李小姐。陈哥哥，你听我说，是那李家小姐非要给你做妾，她苦苦哀求，同是女子，我心软就答应了下来。反正就多个人多口饭的事，我不想让你烦心才没说的。他哪里知道李家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跑来见他？三皇子本就不想救贤妃，现在听了他擅作主张这事，肯定更加不会听他的了。杨欣哽咽，双眼通红道：我做这些只是想让陈哥哥你开心的，没想到会弄巧成拙。李家是丞相府的小姐，也不是全无用处。来人，把杨欣小姐带出去。杨欣被带出去后，三皇子吩咐人备马车去宫里。被告知三皇子求见时，皇上正好在丽妃宫里用完午膳。朕知道了。这个节骨眼上，男主是来为贤妃求情吗？丽妃，朕把洛洛带走了，走喽，去看看三皇子有什么事。去就去吧，瞅瞅三皇子现在到底黑化了没？美人娘亲，容许你暂时失去我这个小可爱一下。清心殿，儿臣参见父皇。暴君也真是的，你关心三皇子就说呀，抱紧男主这条粗大腿多好。你找朕是想让朕放了贤妃吗？皇上开门见山道。邓峰这边派人给三皇子通风报信，他是知道的，所以三皇子来找他，他一点也不意外。儿臣不敢，今日来是有事想请教父皇。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盒子。你问。皇上看了眼里面的东西，盒子里的东西他再熟悉不过，是三皇子小时候他亲自做来送给他的木剑，只是已经断成了两半。这盒子里的东西父皇还记得吗？咦，不为贤妃求情，反而聊起了家常，这是坦白局吗？暴君你可得抓住机会。记得，是朕亲自送给你的礼物，你这是不喜欢还回来给朕了。不会聊就别聊啊，这么好的煽情机会呢，你破坏气氛干嘛？儿臣很喜欢，可母妃说玩物丧志，所以把它折断了。父皇为什么独独把这木剑送给儿臣，却没给太子皇兄？是不是也是希望他玩物丧志，免得抢了太子皇兄的风头？收到这个礼物的那天，他原本很高兴的，可母妃的一席话，让他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，从里凉到外。暴君，好好聊啊，把你心里真实的想法告诉男主，让他知道是自己误会你了。现在他还没黑化，一定会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。你抓周时抓了一把剑，5岁时说长大要当一名保护百姓的大将军，所以朕给了你这个礼物。朕可不希望你玩物丧志，之所以不看重你，是想让你知道锋芒毕露未必是好事。儿臣还是不明白，
为何儿臣不能锋芒毕露，太子却可以？太子是未来继承大统的人，自然是越聪明越能安定人心。你不一样，你是皇子，一旦锋芒过盛，难免会被朝中的老家伙拉入党争。你应该不知道你母妃的身份吧？她是曾经的玉楼国公主，被送来和亲后没多久，玉楼国便被其他小国给灭了。所以父皇让儿臣藏拙，是担心母妃利用儿臣复国。怪不得自己不选正妃，母妃如此生气。这是最好拉拢大臣的机会。三皇子不知道自己怎么走出清心殿的，心里所有自以为是的认知被推翻，原本的怨怪没有了地方宣泄。三皇子，你的披风忘拿了。曹公公抱着于一洛出来，把披风递给三皇子，不想披风被小公主抓着，不肯放开。这小公主，把你三皇兄弟披风给他好不好？于一洛依旧抓着，还咯咯冲三皇子笑。你要抱皇妹去哪？本宫和你一起去吧。曹公公拒绝的话刚到嘴边，便见小公主笑的眼睛都跟着眯了起来，两只小手朝三皇子伸展开来，一副要抱抱的模样。这小公主是想让三皇子抱吧？曹公公愣了愣，把于一洛递给三皇子。三皇子小心地接过于一洛，小家伙笑得更开心了。于一洛闻着他身上好闻的清香，忍不住抬手去扒拉三皇子的衣领。怪不得穿越女之三当三，皇兄真的长得无可挑剔，长了这样一张妖孽般的脸，就是亲不到，可真遗憾呢。丽妃见到三皇子抱着于一洛过来，还有些诧异。小公主抓着三皇子的披风不撒手，所以三皇子陪奴才把他送过来。劳烦三皇子了，洛儿，来娘亲抱。呜呜呜！三皇子和暴君聊了那么多，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，放他回去岂不是便宜了穿越女？他现在正脆弱，需要安慰。于一洛不撒手，紧紧抓着三皇子的衣领。这皇妹放开皇兄好不好？乖一点。不嘛，可恨我小身板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一个劲的傻笑犯蠢。要不给他个亲亲吧？每次亲了美人娘亲，娘亲都可高兴了。三皇子，洛儿可能是舍不得你，想亲亲你。美人娘亲真的太懂我了，男主，赶紧低下你高贵的头颅，让我这个绝世小可爱给你相吻一枚。三皇子低下自己的脸，试探性地凑到于一洛的嘴巴旁，吧唧一口亲到了，希望这样能让你开心一些吧，我嘴都快笑僵了。打算离开的三皇子脚步一顿，这道声音继续响起，呜呜呜！现在只希望你回去别听杨欣洗脑，暴君好不容易长嘴告诉你一些事，若是被杨欣三言两语给挑拨了，我真的会哭死。我方才被小皇妹亲了，难道这声音是皇妹发出来的？皇妹这么小，又怎么会认识杨欣？杨欣确实说过自己是穿越来的，可皇妹也没出过宫。花蕊，拿本宫的祛疤膏过来。美人娘亲真是又美又善良，男主这张妖孽的脸留疤确实不好看。虽然杨欣那个重度颜控不会容忍他留疤，可他的药肯定没娘亲的好。我刚才听到的声音是小皇妹心里的想法，可我之前明明听不到的，结果方才就听到了。难道是因为小皇妹亲的那一下？洛儿很喜欢三皇子，这个祛疤膏效果很好，你拿去用吧，别留疤了。谢丽妃娘娘。三皇子离开后，花蕊不解地问：娘娘怎么把如此难得的祛疤膏给了三皇子？本宫留着也没什么用，便给他吧。三皇子府，陈哥哥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嘛？三皇子甩开他的手，低眸睨着他：别跟着本宫。说完拂袖而去，留下风中凌乱的杨欣。之前三皇子生气，他这么哄他很快就哄好了，现在不仅没哄好，还对他自称本宫，怎么态度突然变得如此之快？不行，现在不能和三皇子冷战。他转身去自己房间拿了金疮药，再次返回书房，不敲门便直接推门而入。陈哥哥，我来帮你上药。不用了，本宫有药会自己上。杨欣自顾自地走到三皇子面前，倒出药粉。我知道陈哥哥你还在生气，我上完药就出去，不会再烦你。三皇子掏出丽妃给的祛疤膏，本宫有药，你出去。杨欣看了眼祛疤膏，瞪大眼睛：陈哥哥你居然有这么好的祛疤药，这下你的额头肯定不会留疤了。他记得书里就丽妃有一瓶，还是他哥哥从边关得来的。三皇子被杨欣烦得不行，压根就没办法好好思考问题。来人，把杨欣带出去，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不许靠近本宫的书房。杨欣被带出去，书房安静下来。三皇子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进来，什么事？属下按照你的吩咐查了杨欣小姐，
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都是住在京城外的一处庄子里。那处庄子的人是母妃吧？杨欣果真是自己藏起来，不让他找到。不是，属下查了，是邓统领的。三皇子有些意外。杨欣和母妃认识这点不会错，怎么又和邓统领扯上关系？你去查查杨欣找来的那些人的身份，是否与玉楼国有关？贤妃被关进天牢几天，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，都已经几天了。那逆子不来救他有预料，毕竟他对三皇子不好。可邓枫居然也没来救自己，实在是过于蹊跷。来人了，快来人啊！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是被冤枉的。叫什么叫？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娘娘，进了这里就没有活着出去的。皇上，秦大人来了。秦大人，贤妃现在还活着吧？都已经几天了，邓枫没有动作，实在是太过奇怪。若他查到的消息准确，邓枫必定是有机会就会去救贤妃。回皇上，臣按照你的吩咐，虽然用刑，可不致死。皇上满意的点点头，贤妃可不能这么轻易死去。天牢现在守卫如何？皇上放心，天牢守卫森严，臣敢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皇上有什么不妥吗？贤妃谋杀皇上，这种要犯肯定不能出事。难道皇上还担心有人劫狱不成？若皇上担心有人劫狱，可以把贤妃转至刑部的密牢，保证劫狱之人有去无回。皇上揉了揉眉心，可算知道为何邓枫迟迟不动手了。合着是秦大人这个大聪明，戒备的太好了。赶紧给人把人都撤了，和平时一样即可。秦大人被曹公公送出去时还有些发懵。曹公公，你说皇上这是什么意思？皇上这是想看看贤妃还有没有同党。结果秦大人你把天牢看那么死，就算有同党人家也不敢来啊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不把贤妃关到密牢里，原来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啊。回到天牢后，秦大人找了个合理的理由，把原本戒备森严的天牢恢复同之前一样。与此同时，邓枫密切注意着这边的一举一动。你们知道吗？听说贤妃娘娘在天牢里面被折磨的都快疯了，成天嚷嚷着要见皇上，照我看，要不了多久，小命肯定都没了。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，居然敢谋害皇上。两个宫女相互交谈着，抬头注意到眼前的邓枫，吓得小脸都白了。见过邓统领，以后别再议论主子的事，今日我就当没听到。二人匆匆走远后，邓枫加快脚步往天牢处去，试图了解到更多有关贤妃的事。娘娘，贤妃都被关了几天了，皇上也没表明态度要怎么处置。方才奴婢从外面回来，还听说天牢那边守卫都松懈了。皇上的心思岂是我们能猜的？贤妃此次凶多吉少，可不是吗？暴君现在已经怀疑贤妃有负玉楼国的心，把贤妃这么关着，大概是想放长线钓大鱼，引诱一波贤妃的同党。暴君这波操作可以，等他发现自己钓到的大鱼是邓枫时，脸色应该很精彩吧，有些小期待。丽妃端茶的手一顿，邓枫禁军统领，莫非他就是洛儿说的和贤妃苟合的人，三皇子生父？娘娘怎么了？是茶凉了吗？奴婢去换。不用了，茶倒是没凉，贤妃恐怕要凉喽。心里刚吐槽完贤妃，皇上便带着曹公公走了进来，抬眼注意到丽妃放在桌子上笔墨干透的字。朕之前竟不知道，丽妃你还写得一手好字啊！你不知道的多了，美人娘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，还画得一手好画，弹得一手好琴，做得一手好菜。哎，洛儿什么时候才会这样夸我？谢皇上夸奖，皇上是来带洛儿去玩吗？皇上瞥着床上的小家伙，点了点头，他心里有些庆幸。还好今日宣刑部尚书问话时没有带着洛儿，不然小家伙有逮住机会在心里面编排朕呢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方才还被编排过。于一洛被抱着出了丽妃寝宫，微微皱着小脸在心里叹气，好想快点长大，现在这小身板一点人权也没有，想知道男主和穿越女那边的进展都没办法知道。朕倒是庆幸你没长大，小小的一团，管你怨不怨我，直接抱走。正想着，一道悦耳的歌声响起，皇上挑了挑眉，示意曹公公过去看看是谁。皇上，人带过来了。臣妾见过皇上。我雷个豆，要风度不要温度，穿这么少不冷吗？方才是你在唱歌。回皇上，是臣妾。皇上常常去丽妃那儿，不去后宫，他只有在这儿佯装巧遇了。歌唱得不错，你们下次可以换些花样，不是故意在朕经过的地方唱歌，就是在朕路过的地方跳舞，毫无新意可言。臣妾只是恰巧在这儿。穿成这样在外面唱歌，
还好巧不巧让朕遇到，你把朕当二撒之吗？既然这么喜欢，就在这儿唱到天黑。说完抬步离开，也不管柔嫔略带幽怨的目光。皇上，消消气，奴才已经告诉过娘娘们了，您不喜欢这样，他们不听奴才也没办法。柔嫔不是皇后的表妹吗？突然出现在这儿，是不是皇后狗急跳墙，让她争宠来了？曹公公，柔嫔是谁选进来的？柔嫔是皇后选入宫的，她是皇后的表妹。说话间到了御书房，儿臣参见父皇。起来吧，朕让你想的事可想明白了？大暴君现在心情不好，想不明白，指不定要被当成出气筒。谁让暴君不知道你的身份？回父皇，儿臣想明白了，以后不管是什么人以父皇的名义下旨传诏，儿臣都会认真查探事情真伪，若不管不顾的遵从，是在弃天下黎民百姓的安危于不顾。太子皇兄666块6啊！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，起码你不会死于这样的骗局。知错就好，皇后的事呢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母后犯错在先，儿臣无话可说。哇哦，太子皇兄长进这么快呀，日后肯定比这暴君做得好。太子在御书房没待多久，眼睛却一直看着于一洛。父皇，儿臣带洛儿去东宫玩玩可好？东宫是什么样的？还挺好奇，天天带暴君的御书房和清心殿，看都看腻了。皇上拒绝的话咽了回去。罢了，太子对洛儿好也未必是坏事。倘若哪天朕不在，至少有太子护着洛儿。带去吧，小心心。东宫，洛儿想去皇兄的书房看看吗？太子皇兄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，简直是音控之人的福音啊！我直接一整个爱住。那皇兄就当洛儿答应了，带你去书房看看，再去看看皇兄的小金库好不好？小金库什么的，我最爱了，越值钱的越喜欢，就是这么物质。太子脚步一顿，皇兄糊涂了，应该带洛儿先去挑一挑见面礼。行至太子寝宫，推门进去，于一洛眼睛都看直了，随便一件茶具还有摆件，看上去都价值不菲。每天醒来就能看到这么多钱，心情一定十分美好。瞧瞧这金樽玉盏，也太奢侈了。洛儿看看喜欢吗？喜欢，也不知道这金首饰和夜明珠哪个比较值钱，我应该挑什么？洛儿这么喜欢，都给洛儿好不好？就喜欢被人用钱砸我。太子皇兄简直就是送财王子，太爱了！这样的皇兄给我来一打好吗？于一洛感觉自己被砸晕了，乐得咯咯直笑。太子的奶娘，太子殿下，你去御书房见皇上，皇后娘娘怎么样了？本宫是去认错的，母后只是被禁足，不会有事。太子殿下，奴婢知道有些话不该说，可我们见不着皇后娘娘，后宫的女人也不是什么善茬，趁机落井下石该如何是好？知道不该说，你还一个劲的巴巴，皇后太恨了，居然放了这么一个刁奴在太子皇兄身边，过分了。嬷嬷这是在指责父皇不应该处置母后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本宫让人带你去父皇面前把这话说一遍，看你有几个脑袋来掉。奴婢关心则乱，口不择言，太子恕罪。没什么事，退下吧。这刁奴在皇后身边伺候已久，皇后做的不少龌龊事，他都有参与，能让太子皇兄查他就好了。洛儿真是上天派来的小福星，还好我带洛儿来了，不然都不知从何处着手去查。林奇，太子殿下，朱嬷嬷这等以下犯上的人，直接杖毙也是死不足惜。别呀，把这个刁奴杀了就死无对证了。虽然我也讨厌这刁奴，好气呀，说不出话，没办法揭露皇后的伪善嘴脸。是死不足惜，不过他还有用，让你查的是查的怎么样了？陆皇后当年确实产下一个死胎，死因也是难产而死，宫里都有记录。太子脑海里关于陆皇后的事一片空白，只是偶尔从宫人的嘴里知道她为人宽厚，善待妃嫔宫人，是个母仪天下的好皇后。太子把于一洛送回丽妃宫里，给她的见面礼也没落下。太子殿下，你这是？就当是作为皇兄给洛儿的见面礼。太子皇兄财大气粗，给的太多了，真想帮帮他，告诉他陆皇后才是他的母后。于一洛看着太子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微微叹息。太子把于一洛送回来后，直接去了皇后宫里。母后看到皇后手里拿着一个草扎的小人，坐在榻上认真的扎着，上面写着丽妃的名字。是不是你父皇答应放本宫出去了？他把手上的小人往枕头下塞。本宫就知道皇儿你会救本宫出去的。儿臣只是来看看你，顺便讨教一些事。父皇并未说要放你出去。为什么不放本宫出去？
你没去求你父皇吗？皇上看重太子，若是太子出面，怎么可能不放他出去？果然，别人生的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陷害丽妃，许太医也被父皇斩了。若儿臣真去求情，不仅救不了你，还会让父皇连儿臣一起延误上。难道母后一点也不担心儿臣出事？又或者儿臣不是母后你所生？胡说什么？你听谁说的这话？当年知道这事的人都被本宫处死了，活着的只有朱嬷嬷。本宫的人肯定不会胡说八道。有人说儿臣长得像陆皇后，听着确实是胡言乱语。这是打岔。皇后直接忘了什么时候能出去一事，眼睁睁看着太子离开。到底是谁在太子面前嚼舌根？如今他只是被关着，若太子身份一事被人知道，恐怕再也没人能救他了。晚膳过后，继续扎小人的皇后迎来她心心念念的皇上，抬眸对上皇上冷沉的脸，她下意识地把手上的小人往背后藏，可上面扎满了针，不小心刺伤了她的手。扎怎么不继续扎了？臣妾见过皇上，不知皇上在说什么。她维持着笑容，把小人藏到袖子里。不是在你袖子里吗？拿出来吧，朕看着你扎。于一洛直接笑出鹅叫，哈哈哈！也不知道皇后扎的是哪个倒霉蛋，盲猜一波暴君。皇上脸色黑沉，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那个倒霉蛋。示意曹公公把皇后手里的小人拿过来。曹公公笑着说了句：“不好意思呀，得罪了哈。”一把把小人夺过来。以后不能扎奴才哈，有点怕怕。双手捧着递到皇上面前。我雷个乖，看来皇后被关着这段时间，就靠这小人打发时间啊，这得多狠呐！等看清楚小人上面的名字后，于一洛小脸耷拉了下来，直接在心里爆粗口：我雷个娘啊！要不要脸？居然敢扎我美人娘亲，罪过罪过！刚刚一时口误。皇上额前划过黑线。皇后这次要怎么解释这个小人？需不需要朕给你找个开脱的借口？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冤枉啊！翌日，父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被带着上朝的于一洛不停地打哈欠，而抱着他的暴君则精神抖擞，笑眯眯地看着下手的大臣。上奏吧。方太师，不知皇后娘娘犯了什么错，皇上要把皇后娘娘禁足起来。太师，这是管起了朕的家事。皇后乃一国之母，老臣说的是国事，皇上应该给老臣一个交代。皇后残害皇嗣，若不是念她是皇后，朕直接杖毙她。说着接过曹公公递来的小人，往方太师面前一扔。好好看看，昨晚朕过去时还看皇后扎了好一阵。皇上，这是误会。皇后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大家都知道。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皇上查都不查就直接处罚皇后，实在难以服众。是难以服众还是难以服你？你女儿什么样，心里没点逼数吗？难以服众？你们都对朕处罚皇后一事有意见？大臣们连连摇头。皇后是太师的女儿，又不是他们的女儿，他们可不想掺和。看来就太师一个人不服。你年纪也大了，朕准你告老还乡吧。朝堂上的事你也别管了。方太师要拿出他的必杀技了，每次暴君让他告老还乡，他就倚老卖老，要死要活，结果就不了了之。于一洛眨巴着圆溜溜的眼睛，看着脸色难看的方太师。再蓄力了，要开始了。必杀技还蓄力？这老家伙不会是要刺杀朕吧？皇上要老臣告老还乡，还不如要了老臣的命。若皇上不收回成命，老臣便一斗撞死在这儿。原来必杀技是这个，这老家伙确实没少用。那时候是看在皇后的面上，所以才任由他倚老卖老。其他大臣们已经见怪不怪，每次他这样，皇上便不再提让他告老还乡的事。皇上并没有同之前一般阻止他，而是一副饶有兴致的点头。撞吧。李丞相道：太师，你要撞就赶紧撞吧，若是不撞，我们好继续上奏。噗哈哈，李丞相看热闹不嫌事大，把方太师架火上烤啊！方太师骑虎难下，咬咬牙硬着头皮撞了上去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方太师被撞得头晕目眩，差点摔地上。来人，把太师送回府。今日起，褫夺太师之位，无诏不得入宫。哈哈哈，怎么不叫唤也不反抗了？这次真撞晕了，说不出话了吧？退朝后，秦大人同皇上一起去了御书房。天牢放松懈后可有什么异样？回皇上没有，不过陈记的张侍郎说他在回天牢时遇到邓统领，两人还聊了几句。你把和贤妃一起被关进去的宫女放出来，放出来之前让她去见见贤妃，
秦大人这边回去就把海棠放了。海棠一脸茫然的被带出牢房，他摘下手上的镯子递给狱卒，哀求道：狱卒大哥，可以让我去看看贤妃吗？我就看一回，好不好？去吧，秦大人捏你与此事不相干，所以放了你，别待太久。海棠去到关押贤妃的地方，娘娘，娘娘，海棠，真的是你？这几日秦大人和张氏郎轮流审问他，他本不想承认谋害皇上一事，毕竟他现在确实没打算对皇上动手，可两人不问出些什么不罢手，他只得认下，并表明此事和海棠无关，这样他至少还有一线希望。现在看到海棠，他更加肯定自己的做法是对的。娘娘，奴婢被放出来了，该怎么做才能救你出去？本宫，奴婢去找三皇子，让他救娘娘你出去。不用，你去找邓统领还有杨希，直接找三皇子，他未必会想办法救本宫。海棠心里疑惑，娘娘为何同邓将军认识？可眼下也不是问这些的时候。奴婢明白，娘娘等奴婢。等等，你把这个给邓将军。海棠把玉佩收好，转身匆匆离开，去找邓枫。邓统领，奴婢在这儿。是贤妃娘娘让你来找我的，她现在怎么样了？贤妃不想让人知道他们的关系，也不让他和三皇子接触，如今把他还是公主时的玉佩交给宫女来寻自己，看来情况不妙。娘娘身上有不少鞭伤，吃饭也费劲。邓统领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娘娘救出来。邓枫心一紧，眼神坚定的点头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你去告诉三皇子，出去小心些，别被发现了。邓枫给海棠弄了一套太监衣服，伪装成太监送出宫找三皇子。两人以为自己做的格外小心，殊不知一切都在皇上的掌控中。海棠急匆匆赶往三皇子府。杨欣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贤妃娘娘被关进了天牢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知道为何不让三皇子想办法救娘娘出来？娘娘在天牢里受了不少苦，若是她出了事，你觉得就凭你真的能帮到三皇子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说？三皇子不听我有什么办法？只是贤妃身边的一条狗，没资格教我做事。海棠气结，知道现在不是置气的时候，忍着怒意道：我们今夜会动手，你告诉三皇子一声，让他接应娘娘。从三皇子怀疑杨欣和贤妃有接触时，便让心腹子杨暗中盯着杨欣。听完两人的对话，他闪身离开，去书房找三皇子。殿下，杨小姐方才见了贤妃娘娘身边的海棠姑娘。三皇子微微抬了抬眼眸，一阵敲门声响起，子杨闪身飞到房梁上。进来。杨欣端着一碟点心推开门，见三皇子并未让他离开，眼里一喜。陈哥哥，这是我给你做的点心，你尝尝看。找本宫何事？方才海棠姑娘来找我，他们今天晚上会去救贤妃，让陈哥哥你接应一下。他其实看不惯贤妃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，可三皇子虽有实力，却无兵权，若是没有贤妃的帮助，确实难成大事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出去吧。杨欣松了口气，三皇子可算答应了。他不情不愿地走出书房，子阳也从房梁上跳了下来。殿下，上次贤妃出事传信给你的人也查到了。是谁？邓统领。又是邓统领。又是邓统领。三皇子皱了皱眉。